上一世辛苦打工半辈子，却连一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意外重生回18岁。这一世，江晴决定打什么都不打工了，努力创业，自己当老板。江晴忽然觉得眼前有些刺眼，耳边有点喧闹，皮肤有些滚烫，头脑有些发昏。模模糊糊间，他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她穿着一件蓬松的碎花洋裙，大概17、18岁的年纪。江晴笑了，勤恳打工为大老板换车换别墅的这些年，连做梦都没梦到过这么漂亮的女孩。这么漂亮的女孩，一巴掌打过去能哭很久吧？江晴，我真的不想谈朋友，对不起。江晴笑不出来了，因为她发现面前的少女变得越发生动且清晰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吗？江晴的眉心开始皱紧，这女孩她认识，高中时代的班花楚思琪，现在应该已经嫁为人妻了。高中加上大学，自己追了她7年，差点被她拒绝到怀疑人生。08年还没有备胎这个概念，直到后来网络发达了之后，江晴才明白原来自己就是个备胎。往事历历在目，但江晴此时却觉得有些头晕耳鸣。我这是重生了吗？还是在做梦？江晴，你听到我说话没有？我现在真的不想谈恋爱。好，都听你的。江晴随口回了一句，听到他干脆的回答，楚思琪则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错愕。你是不是没听清楚？我刚才拒绝你了。听到了，我又不聋。那你就没有话要对我说吗？你手里的那个是什么东西？这是你刚刚塞给我的情书啊！我都说了不要了，你还给，下次不要写了。那你能还给我吗？我有用。江晴没等他说出同意，就自顾自地把情书拿了回来，把信封展开平铺在膝盖上，刷刷写了2行字：打什么都不打工，能傍富婆就傍富婆，钱没了可以再赚，可良心没了赚得更多。江晴把写好的纸叠起来放进口袋，抬起头却发现楚思琪满眼难以置信地正在了原地。那是你给我写的情书，你怎么还能再要回去？你不是不要吗？那就不要浪费了，我改名再送给别人。楚思琪被噎了一下，又赶紧换了个说法。江晴，其实你也不是完全没机会，我只是现在不想谈恋爱，但上了大学就不一定了，到时候我第一个考虑你。江晴忍不住看了他一眼，身上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自己年轻时的眼光真他妈不怎么样啊，还第一个考虑我，这他妈是人话吗？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有一条，你不许给别人写情书，不许喜欢别人，那样我们就再也没机会了。可我觉得我不是真的喜欢你，好聚好散吧。楚思琪微微睁大了眼睛，骄傲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刺痛。江晴，你知不知道爱情是需要磨练的，连一点小小的挫折都经受不起，我怎么考虑和你在一起啊？我都没有看到你的决心好吗？江晴现在满心都是搞钱，不想跟他再做过多无用的纠缠。那你换个人去磨练吧，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了。江晴，你个混蛋，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你先等会。在楚思琪将要跑开的时候，江晴忽然神色紧张地叫住了他。见到他这个表情，楚思琪少女的得意一瞬间又回到了脸上。他果然还是怕自己不理他，什么好聚好散都是嘴硬罢了。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不过我要提前告诉你，你不会再有机会了。我们是在高考吗？考完了没有？到哪一科了？考完了呀，今天上午刚刚结束最后一科。太好了，再让我考一次，我可连蓝翔技校都考不上了。你把我叫住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还有一件事，考完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假了？我不知道，你爱问谁问谁吧。楚思琪气坏了，一路小跑着回了教学楼。被拒绝就装不在乎，什么人啊？难道他以为这样做自己就会心软吗？也不知道从哪里学的，竟然会欲擒故纵了。那我就1周不理你，看看谁会着急认错。这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小黑胖子走了过来，他是江晴高中的死党郭子航。老江没必要难过，被楚思琪拒绝的没有100也有80了。我待会儿请你喝汽水。江晴没理会秦子昂的出言嘲讽，而是有些感慨地看着郭子航，并用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老郭，你的腿还在啊，能看到你站起来真不容易啊。收拾东西离开学校，江晴骑着自行车回家。他看着路上那些迎奥运的宣传标语越登越快，纵情感受着这具青春无比的身体。半个小时后，江晴回到家里，一间120平米的3居室，左边客厅，右边厨房，几乎承载了江晴所有美好的记忆。亲妈原有秦女士正围着围裙做饭，菜板子多的要多响有多响。亲爸江正红则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感受着这熟悉的温馨感。江晴眼睛不禁有些酸涩。爸，这具年轻的身体用着还行吧？胡说什么呢？考完了吗？怎么样，有把握吗？一只脚已经迈入了重点的大门。臭小子，话说的这么满，真的假的？敢说这大话，估计是心里有点谱了。晚上咱爷俩好好喝一顿。江晴摆摆手，直接拒绝了。爸，我想好了，我要趁着暑假创业，一点时间也不能耽误。那待会儿吃完饭你就把碗盘刷了吧，一个碗给你5块钱，锅给10块。让我刷碗刷锅也行，加起来给我300块钱怎么样？还有这好事儿，那我也干。去，300都够我买一套新的了。我每天刷锅刷碗也没见有人给我300，快去洗手吃饭。本王创业为始而开局崩殂。江晴感慨一声，洗完手回到餐桌上，陪着父母吃了顿饭。临睡觉前，袁有晴从卧室走出来，往他手里塞了5张毛爷爷。看着手里的500块，江晴的心微微有些发酸。袁女士，以后你就是董事长之母了。你当个总经理我就够知足的了。哦对了，我中午托你大舅问了，你过几天去正方驾校学车吧。学车的话以后再说，我最近有要紧的事情要做。江晴拿着钱回卧室，打开电脑找到郭子航的 QQ 号，告诉他明天一早到中心街集合。郭子航问他去干什么，江晴并没有直说，只是说自己现在有500
500块钱，馋得这家伙嗷嗷叫哥。第二天一早，江晴骑车出门，来到了平阳东路的步行街。郭子航因为惦记着江晴兜里的500块钱，车蹬得飞快。到了集合地点后，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江哥，你兜里的500块钱准备怎么花？我还没去过酒吧呢，咱们要不去体验一下吧？少扯那没用的，看见那个卖盒饭的大叔了没有？去问问盒饭多少钱。郭子航沿着江晴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脸色瞬间一白。咱们中午就吃盒饭啊！你先去问问吧，放心，亏待不了你的。郭子航闷闷地走过去问价。08年的物价还不算太高，江晴看了眼时间，扔给老板200块钱让他做盒饭，自己找来2个纸箱子，把一部分做好的盒饭装好，带着郭子航来到网吧一条街，推开其中一家网吧的大门，江晴摸出一包烟递给网管，接着就开始兜售盒饭。通宵上网的网瘾少年们看着送上门的饭，立马馋得不行，于是5块的卖7块，7块的卖9块，俩人来来回回折腾了3趟，最后除了鸡腿加荷包蛋的剩了2盒，剩下的全都卖光了。俩人坐在马路边，一边擦汗一边点钱。江晴抽出5张10块的递给郭子航，郭子航立马不喊累了，攥着钱只喊谢谢哥。哥，明天还干嘛？干个屁！我都快累死了，就赚了78，还分了你50，剩下的钱就只够买包烟。江晴骂骂咧咧的，但心里其实一直在盘算着第一桶金的事情。哪里能赚到第一桶金呢？网文小说里那些重生的人动不动就能做大生意，怎么到自己这里就不行了？正当江晴还在思考着，那边握着铲子的盒饭师傅走了过来，神秘兮兮的凑近江晴问：“你那200块钱的盒饭卖了多少钱？460。”郭子航在旁边一愣，不是380吗？但看着江晴气定神闲的样子，他没敢说话。卖盒饭的大爷一听，立马就眼馋了，顺势就蹲在了江晴旁边。小伙子，你把卖盒饭的地址告诉我吧。大爷，你给我200块钱，我就把地址告诉你。200块，我在这儿干一天才勉强能赚到200嘞。你换个地址不就能赚400了吗？那你先说说，我估摸一下值不值？卖盒饭的大爷有点犹豫，2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我们刚才去的是网吧一条街，星海路东头吗？对，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地方呢。那地方生意确实不错，但城管查得太严了，我去过1次，车都被扣走了，到现在都还没要回来。我还没说完呢，你给我200块钱，我就继续往下说。你要觉得不合适，我再还给你。我还是个学生，总不会坑你吧？上一世辛苦打工半辈子，却连一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意外重生回18岁。这一世江晴决定打什么都不打工了，努力创业，自己当老板。接上集，经过江晴的一通诱惑，卖盒饭大爷犹豫半晌，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收吧，要是不值的话，我可是要退钱的。那条街有个叫水云间的洗脚城，从门口进去，里面有个大院子，7家网吧的消防通道都直通那个院子，还有看大门的老头喜欢抽红塔山，最重要的是那里没城管。看门的老头管啥用？他还敢把我放进去卖盒饭啊？他是水云间老板的亲爹，看门是因为在家闲得难受。卖盒饭的琢磨了半晌，脸上猛地一喜，得嘞，小伙子，下次来吃盒饭不收钱，小年纪就把洗脚城摸清楚了，你以后大有可为。过奖过奖。旁边的郭子航愣了半天，看向江晴的眼神里全都是羡慕。老江，你已经去过洗脚城那种神奇的地方了吗？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还没去深城，跟着王老板去观摩了几次。啊？行了，别呀了，今天赚到钱了，请你吃点好的。江晴站起来拍拍屁股，怀揣着700多的巨款，沿着大马路就向前走去。看着他潇洒远去的背影，郭子航觉得自己的这位好友身上仿佛有种历尽沧桑的成熟感，能和成年人满嘴跑火车而不露怯，这是郭子航做不到的，怪不得他连表白失败都不在乎。不过一提到楚思琪，郭子航的八卦之魂又开始熊熊燃烧了起来，他快步追上江晴。老江，你和楚女神的事怎么样了？我和她能有什么事？你喜欢了她3年，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她可是说上了大学就会考虑的。她说大学就大学，老子还不想等了呢。漂亮女孩如果靠得住，那猪都会上树了。江晴面无表情地说着，言语里全是对爱情的嘲讽。谈恋爱耽误搞钱，当舔狗耽误人生。前世的血淋淋的教训足以证明这个观点：女人只会影响赚钱的速度。可是这都是你的猜测呀，说不定楚思琪真的打算一上大学就和你谈恋爱，你现在就放弃了，不觉得亏吗？老郭，男人一旦有这种想法，那基本就相当于画地为牢了。不管是恋爱还是工作都是这样，没有到你手里的别人就算是说破大天去也不要信。郭子航忽然开始飞速挠头，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你怎么了？出门没洗头？不，我感觉听完你的话之后，我的脑壳里要长脑子了。下午4点，江晴和郭子航从饭店里走出来，已经是酒足饭饱的状态。还没等他们走几步，2个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他们眼前。一个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王慧茹，一个就是班花楚思琪。2个女孩挽着手臂走着，一个拿着淀粉肠，一个举着糖葫芦。4个人一见面，首先反应过来的是目光一直朝前的王慧茹，她立马抬起手打了个招呼：“江晴、郭子航，你们怎么在这里？”我们在做生意。郭子航属于那种对谁都能笑脸盈盈的存在，所以当王慧茹问起他们在做什么的时候，郭子航直接把他们今天卖盒饭的事全部都说了，言语间充满了自豪。在听到江晴给网管潇洒扔烟，还用了一个地址就卖了200块钱的时候，江晴的形象直接在王慧茹的心里高大了不少。江晴，你怎么突然开始学做生意了？攒钱娶老婆呀！王慧茹被他这句话逗得扑哧一笑。从现在就开始攒啊！你到底是要娶个多么金贵的老婆？那得看娶几个了。
娶得多需要的钱就多。你还想娶好几个，美的你！听着他们的对话，楚思琪表情郁闷地看着江晴。从自己拒绝江晴告白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觉得江晴仿佛变了个人一样。青春期的少女有着很敏感的内心和骄傲的自尊感，被一个曾苦苦追求自己的人这么对待，满腹委屈的楚思琪发誓再也不会跟江晴说一句话。可直到刚才再一次和江晴相遇在街头的时候，楚思琪又忍不住开始脑补，只要江晴能主动打招呼，低三下四的承认自己错了，那自己也可以冷冷的回他几句。但让楚思琪没想到的是，江晴甚至连看都没看自己一眼。楚思琪越想越气，揽着王慧茹的胳膊，下意识的开始用力。吃痛的王慧茹回过神，看了一眼闺蜜，又看了看江晴，忽然想起了两个人在高考那一天的情感纠葛。怪不得这俩人一直没说话呢。江晴应该是自卑到不敢对拒绝了自己的女神开口了吧？既然如此，那要不我就帮一帮江晴吧，万一能促成一段良缘呢？江晴，你刚才说赚钱娶老婆，是不是在暗示我们家思琪呀？大姐，你饶了我吧。难道不是吗？妙小，我无福消受。听到这句话，楚思琪彻底绷不住了，眼里浮出一层水雾。江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先撤了，你们继续玩吧。你不许走，我没让你走，你就不许走。江晴装作没听见似的摆摆手，到路边骑上了自行车，头也不回的走了。楚思琪站在原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觉得万分委屈，泪水不争气的溢出眼眶。看着这情况，旁边的王慧茹瞬间就慌了，不是闺蜜拒绝了江晴的告白吗？怎么现在反倒是江晴走了，闺蜜哭了？思琪，你怎么哭了？江晴她变了，她以前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我不让她走，她偏走，就是故意气我。虽然我拒绝他了，但他说不追就不追了，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我明明给他希望了。王慧茹有些无语，江晴表白之后遭到拒绝，于是决定不追了，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至于楚思琪总说的给了他希望，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呢？你是不是已经喜欢上江晴了？只是想看看他的决心，想着他如果能坚持一下就答应他。那怎么可能？我承认我对他有些好感，但还没到那种地步，最起码他要追得久一点。这个久一点到底是多久？不知道，但他肯定要让我看到他最大的诚意，直到我心动的不行了才会去考虑啊。思琪，你让他继续坚持没问题，可你想过没有，万一你以后遇到了更加喜欢的人怎么办？我当然会选择和更喜欢的人在一起啊。那江晴呢？楚思琪思考了一会后开口，那只能说明我们有缘无分，也不能怪我呀。王慧茹听完楚思琪的话，只觉后背一阵发凉。你不觉得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江晴会很可怜吗？她坚持那么久，却看到你和别人在一起，那能怎么办？我总不能因为她坚持的久就放弃我喜欢的人啊。王慧茹脑子都乱了，她觉得楚思琪的话乍一听没毛病，但越琢磨问题就越大，这不是纯粹的耽误人吗？但她和楚思琪是闺蜜，她不能帮江晴说好话，而是要立场坚定的站在闺蜜这一边。思琪，你放心吧，我觉得江晴肯定是装的，她只是被你拒绝后突然有些迷茫，又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假装冷漠，但我估计她坚持不了几天就又会主动来找你了。楚思琪听到这句话之后果然不哭了，那股傲娇劲又涌了上来。就算她真的后悔了，我也绝对不会再给她机会。对，你千万不要给她机会了。那她什么时候会后悔？你很想看到她后悔的样子吗？楚思琪很认真的点点头。王慧茹不禁暗自在心中叹了口气，她觉得江晴最好不要回头，趁现在全身而退最好，否则最后还不一定闹成什么样。另一边，江晴回到了小区，停好车子后走到了小区花园，然后坐在石凳上开始思考第一桶金的事。琢磨来琢磨去，她觉得跟爸妈开口也许会更容易，于是起身上楼找老妈。妈，咱家有多少存款？能不能借我点？几万也行，10几万更好。原有秦女士伸手在桌子底下摸了一通，递给她2张麻将牌，一个8万，一个9万，省着点花。妈，你觉得你很幽默吗？去你的！咱们家哪有存款，还10几万，把你卖了都不值。江晴郁闷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江晴决定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商机，最起码要把手里的700块翻个倍。第二天一早，江晴就骑车去了冀州动物园。1个小时后，江晴从动物园里提着2只鸡挤了出来，坐在地上掏出手机给郭子航打电话，叫他过来。等郭子航赶到的时候，就看到江晴坐在地上，2只手分别提了1只拔了毛的鸡。江哥，你干什么呢？10块钱买了2只鸡，送你1只，拿回去让你妈炖了给你吃。你怎么逛动物园还自己带着动物？不是带来的，是我买的动物园里喂老虎的。市场上1只鸡要卖11块，可你买他们的鸡是为了喂他们的老虎，所以就便宜1半。那你怎么不去喂老虎？老子凭本事买来的半价鸡，凭什么喂老虎？哥，你这是薅动物园的羊毛啊！少废话，要不要？要，我爱吃鸡。上一次新竹打人傍被子，却连一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意外重生回18岁，竟然成功傍到了户。郭子航表示自责的接过江晴递过来的鸡，他都能想到动物园的老虎和管理员对账，却发现账怎么对都对不上。江哥，你跑动物园里来买鸡干什么？我打算批量购入半价鸡，悄悄运出去，以10块的低价卖到市场，一转手就能翻1倍。我目测了一下，动物园门口那个保安有点强，
我估计打不过他，所以叫你来当先头兵，帮我试试他的武力值。别呀，江哥，我最怂了，别说打架了，我骂人都结巴。没出息的东西，光知道吃。投机倒把这种事来钱确实快，但江晴不想惹麻烦，况且这种小打小闹跟他重生回来的目标差距甚远。江晴把手里的基地给郭子航让他帮忙带回去，自己则骑车去了冀州图书馆。江晴从人文社科区挑了几本有关怎样成功傍富婆的书，打算仔细研究一下。江晴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得到第一桶金的唯一捷径就是傍富。抱着一摞书来到阅览区，还没坐下，目光忽然被角落的少女吸引。少女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认真翻阅着，江晴脑子里似乎有一段相关的记忆被激活了。冯南书，高三一班的学神少女，沉默寡言的高岭之花，城南高中真正的白月光。据说她每天上下学都是由带翅膀的轿车接送，随行还有专门的司机和保镖，家庭背景十分神秘。看来鲁迅先生真的没骗人，书中确实有颜如玉。江晴迈步过去，坐在了他对面的桌子上，打开一本第三代唐松的华丽蜕变，开始看。江晴看得无比深入，脚不由自主伸得有点长了。好巧不巧，就踢到了对面冯南书的小腿上，意识到自己无礼的举动。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看书太入迷，不是故意的。没事。20分钟后，江晴把这本第三代唐松的华丽蜕变看完，对于傍富婆的基础套路也有一定的了解，但问题是去哪里找富婆呢？江晴有些失落，随手将书合上，起身往外走。在外面买了2瓶饮料后，重新回到图书馆。江晴把一瓶果汁拧开，推到冯南书手边。刚才不小心踢到你，实在不好意思，请你喝瓶饮料，算是赔礼道歉了。之后几天里，江晴每次来图书馆都会碰到冯南书，俩人默契地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面对面专心看书。江晴每次都会带一些小零食来分给冯南书，1、2次之后，冯南书也开始带一些零食过来分给江晴。两人虽然全无交流，但也算是在唇舌上互动了一把。在第6天，江晴终于把最后一本有关富婆的书看完，他拖着下巴，看着对面的冯南书陷入了沉思。突然，他脑袋灵光一闪，等等，带翅膀的黑色轿车，上下学有专门的司机接送，随行还配备了保安。江晴一拍脑门，觉得自己的脑子真的是秀逗了，一直在想着怎么遇到富婆，却忘了自己面前坐着的就是个富婆。与此同时，冯南书注意到了江晴的动作，有些困惑。你怎么了？冯同学，我能跟你借点钱吗？冯南书迷茫的眨眨眼，把挂在椅子上的黑色小皮包摘下来，从里面取出一只粉色的金属扣钱包，直直的拍在了桌子上。那个，我想多借一点。借多少啊？江晴本来想直说个数，但又很纠结说多少，怕说多了对方为难，说少了又不够用。这样吧，你有多少就借我多少，不过我很快就会还给你，绝对不会卷款跑路。知道了，明天给你呢。江晴被他整不会，盯着他看了半晌，觉得冯南书确实不是在和自己开玩笑，他是真的答应借钱了。难道说富婆都是这样？江晴忍不住感慨，黄金屋和颜如玉竟然是同一个人，我这运气真好。下午4点半，俩人从图书馆离开，各自回家。江晴老爸提着2只塑料袋回到家，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气喘吁吁，汗流不止。儿子，快给你爹我倒杯水。爸，你这是去哪了？怎么累成这样？你妈说南村菜市场的菜便宜，我骑车骑了40分钟，买了一堆回来，都是你爱吃的。不是就便宜几毛钱，还不够费劲儿的。咱家有这么穷吗？这跟穷没关系，你要上大学了，上完大学还要娶媳妇儿，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能省的地方当然要省，可不能再大手大脚的花了。话音刚落，家门再一次被推开，原有秦女士提着一只百货大楼的购物袋进了门，表情喜不自胜，嘴里还哼着小曲。你这是买的什么？这么开心？我们单位的徐姐说百货大楼的羊毛大衣半价促销，让我捡了个大便宜。羊毛大衣，你花了多少钱？原价888，现在只要488。爸，这就是你说的花钱不能大手大脚吗？这个败家娘们儿，现在是3伏天，你买什么羊毛大衣啊？你懂什么？要不是3伏天还不减价呢。我让你去南村菜市场，你去了没有？当然去了，我算了下账，南村菜市场的菜比咱们楼下盐店便宜不少，这一回就省了20多。那咱们今天省了300。江正红脑子半天都没转过来弯，疑惑道：“那300是哪里来的？”我用488买了原价888的大衣，这里里外外不又省了300块吗？有钱，这我可要说你了，你这个消费观明显是不对的。江正红，老娘跟你结婚这么多年，可没买过什么衣服，就一件羊毛大衣，你还说我？江晴在旁边乐呵呵的看着，觉得这种久违的家庭纷争很暖心。不过他这一边看戏一边笑，实在太贱了，很快就把祸水引到了自己的头上。江琴，你笑什么呢？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该买这件羊毛大衣？妈，我以后要赚大钱，再也不让你买过10的打折衣服了，也不让我爸去那么远的菜市场了。袁有晴表情微愣，目光瞬间变得柔和了。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可别学你爹整天抠抠搜搜的。袁淑琴把那个购物袋打开，里面装的竟然是一卷一卷的卫生纸。江正红懵了，这是什么？招待所的库存，领导说全都要换掉，我就拿回来了。你以为就你知道勤俭节约呀？第2天，江晴来到图书馆，一眼就看到了冯南书正垫着脚在书架上找书。找什么呢？我想看那本书。江晴走过去帮他把书拿了下来，递给他，然后2个人就回到了熟悉的角落，坐到了熟悉的位置。接着，冯南书打开自己的小皮包，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直直的拍在他面前。给你。江晴把银行卡拿起来，有点感动的同时还觉得有点不真实。谢谢你。不客气。那个密码是多少呀？6个吧。江晴把卡收进口袋，又拍了2下，能隔着口袋摸到卡的轮廓才算安心。你这么早就办银行卡了吗？不是我的，我偷我爸爸的。江晴本来是随口一问，可听到答案瞬间就愣了，他瞪大眼睛。你偷你爸爸的钱给我花？冯南书的表情有些迷惑，
似乎自己也不清楚这么做对不对。江晴犹豫再三，还是依依不舍地把卡从口袋里掏了出来还给冯南书。你不借了吗？我怕你回家挨骂，还是算了吧。不会的，我爸爸有很多卡，少一张看不出来的。如果是你的钱，我就借了，但不问而取是偷。你会还吗？当然会还。会还就是借。听到这句话，江晴犹豫了，想到前世的种种遗憾，一番心理斗争之下，江晴把自己说服了。那你知道这卡里有多少钱吗？江晴顿时大感无语，随即带着冯南书去了银行。江晴觉得他既然是债主，那就有必要知道具体的金额数。江晴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数字，我操，1234567，600多万全放在一张银行卡里，密码还是6个8，万一丢了不就赔大了？你们有钱人真的不拿钱当钱是吧？我要跟你们这些有钱人拼了！从银行回去之后，江晴坐在书桌前沉默着，总觉得今天的经历比重生这件事更加荒诞。但不管怎么说，第一桶金的事情算是完美解决了。就在此时，冯南书忽然放下手里的书，看着他。怎么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啊！江晴满脸问号，有些摸不清楚这是什么路数，但紧接着他就看清了自己帮冯南书拿的那本书的书名《如何快速有效的交朋友》。江晴的脑子卡壳了一下，瞬间明白过来，其实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到底是哪个王八蛋传谣言说他高冷的？这明明就是天然呆加社恐好吗？上一世辛苦打工半辈子，却连一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意外重生回18岁的江晴，竟然成功傍上了富婆借到巨款。江晴拿到了冯南书的资金支持，第一时间就决定去买拆迁房。几个要拆迁的老破社区，他都只买一户，多了他怕吞不下。经过2天时间的挑选，终于确定了4个自己的收购目标。江晴和幸福社区的白先生面对面坐着，面前各摆了一份过户手续和购买合同。郭子航则拘谨地坐在江晴旁边。白叔，说好的63万，钱我已经转过去了。白先生看着江晴的脸，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刚才在房管局看了你的身份证，你才18岁。鲁迅先生说了，有房不在年高。可你买这种房子是为什么？我爸就喜欢这样的老房子，觉得住起来有味道。白先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后把合同装进包里，说自己下午要赶火车，便起身匆匆离去。江哥，你真的买房了吗？那可是60多万啊！摊牌了，不装了。我是百万富豪，我还没去过洗脚城，那就等录取通知书下来，我找时间带你去观摩观摩。谢谢义父。对了，江哥，咱们班下午有个聚会，你去不去？不年不节的这时候聚会干什么？这不马上就要出成绩了吗？现在不聚，等成绩出来之后，那些考得稀碎人的估计就没心情聚了。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下午还有点事，你们吃好喝好。郭子航走后，江晴自己把另外3户也一一拿下，总共花了273万。弄完之后，便去图书馆把他的金主小富婆带到了小商品城。俩人漫步在狭窄的步行道，冯南书清澈透亮的眼睛飘来飘去，对那些摆在摊位上的商品充满好奇。为什么他们家有那么多车钥匙？那个其实是打火机。美女证需要考吗？我想考一个。那个是假的，想要的话直接买，1块钱一个。在江晴带着冯南书闲逛游玩的时候，另一边3年2班的人陆续到场落座。这次的聚会是由秦子昂发起的，要的是最好的包厢，订的是最好的酒席。各位，高中3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但能有机会和你们在一个班，我感觉很荣幸。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成年人了，我们一起干一杯，敬我们的成熟吧。我曾在我的 QQ 空间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因我半生颠沛流离，因我一世孤独寂寞，这一杯我先干为敬。见到这一幕，状元厅里顿时掌声雷动。金哥，你真的一点都不像学生，一举一动都太成熟了。没错，跟你一比，我们就显得特别幼稚了。子昂这样的人一走入社会，绝对就是精英，太帅了！因我半生颠沛流离，因我一世孤独寂寞，这是我看过最霸气的个亲。秦子昂谦虚的摆摆手，悄悄地望向坐在对面的楚思琪。就在此时，郭子航匆匆忙忙地跑进包厢。不好意思，我刚才走错地方了，找半天才找过来。郭子航，你怎么一个人来的？江晴没和你一起来啊？他去做生意了，最近一段时间太忙，所以就不来了。听到这句话，对面的楚思琪顿时拳头捏紧了。这次的聚会他本来是不想来的，但他想来看看江晴是不是真有自己说的那么洒脱。可他却没想到江晴明明知道有聚会，却连来都没来。江晴在做生意？他做什么生意啊？开店吗？他哪有那个本事啊？就是在中心街那边卖盒饭而已。我和慧茹上次逛街的时候碰见了。哈？现在卖盒饭也能被说成是做生意了吗？秦子昂表情有点嫌弃，周围的其他的同学也忍不住一阵偷笑。这时楚思琪的另外一个闺蜜于莎莎阴阳怪气的出声：对了，思琪，江晴在高考的最后一天不是和你表白了吗？别提那天了，一提我就生气，表白失败就把情书要回去，还说不是真的喜欢我，弄得像是我在自作多情。什么人啊？他肯定是看自己追不上，又怕丢光了面子被嘲笑，所以就死鸭子嘴硬呗。慧茹也是这么说的，说不定今天也是这样。他知道自己会被嘲笑，所以今天才不敢来。听到这话，楚思琪心情一下子就开朗了。对啊，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可能呢？江晴根本就没那么洒脱，他也不是真的不想来见自己，只是害怕被嘲笑吧。哼，活该。正在此时，包厢的门再一次被推开，王慧茹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路上有点事耽搁了，实在不好意思。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在聊江晴啊，他怕丢人，所以不敢来了。你说好笑不好笑？王慧茹听到这句话，脸上的表情顿时一僵。她之所以来这么晚，其实就是因为在外面碰到了江晴，想到刚刚看到江
江晴和冯南书像是约会的场景，王慧茹震惊的感觉还是久久不能平息。而此时此刻，班里的这些同学还在自顾自的嘲笑江晴，却根本不知道她已经拿下了城南高中真正的白月光。江晴最近找过你吗？找我做什么？就算他找我，我也绝对不会理他。那你知不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刚刚听郭子航说了，他应该还在卖盒饭。王慧茹不禁沉默了，原来闺蜜对江晴的事情一无所知。思琪，你是不是还在等着江晴跟你道歉？是啊，我等了很久，但这家伙真的很能忍，竟然连 QQ 都没给我发过。王慧茹很纠结，不知道该不该把刚才看到的说出来。思琪，我认真的问你，你是不是喜欢江晴？我现在都要被他气死了，怎么可能喜欢？可在我看来，江晴的脑子里没有你了，可你的脑子里却全是他。那是因为他太过分了，弄得我耿耿于怀。他不跟我道100遍歉，我都不会原谅他的。王慧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小声的问：那如果江晴和别人在一起了，你会难过吗？他和别人在一起关我什么事？不过也对，他追不到我吗？早晚都会心灰意冷，退而求其次也是个好办法。看着骄傲的楚思琪，王慧茹选择了沉默。随后的时间过得飞快，6月25号这一天，高考成绩新鲜出炉，江晴的成绩和前世一模一样，653分，985肯定是稳了。江晴躺在家里回复着各种 QQ 消息。郭子航说自己考了472分，冯南书说自己考了671分。郭子航考这个分数并不令人意外，但冯南书作为一代学霸没过700分倒是让人挺意外的。一般的班主任对这个分数很不服，觉得一定是错判了，在成绩出来当天就去市里查试卷了，结果还真没判错。问题出在语文的作文题上，满分60分的作文冯南书只拿了12分。江晴思索了一下今年的作文题目，结果直接就笑劈叉了。竟然是写友谊，他特么连朋友都没有，你让他写友谊？你别笑了，我认真想了想，这件事其实是你的错。高考的时候咱俩都不认识，你丢分关我什么事？可我如果早点认识你，那我应该就会写了啊。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参加高考的是现在的你，你会怎么写这篇作文？我在图书馆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个可怜的穷人，爱看胸部。天，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形象。不对嘛？你要真的这么写了，那你连最后的12分都得不到。难道我交了一个拿不出手的朋友吗？反正都已经考完了，再去想这些也没用了。你打算去哪一所大学啊？你去哪一所？临川大学。江晴前世是临川大学的学生，本科学的是国贸专业，所以他这一世还是会去临川。就在此时，江晴的诺基亚闪烁了一下，掏出手机看，原来是王慧茹发过来的 QQ 消息。江晴，楚思琪考了632，你呢？是他让你来问我的吧？我的事跟他无关，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了。江晴，你和楚思琪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吧？就算作为同学问一下成绩也很正常的，你不要这么小气。小气就小气吧，随他怎么想。江晴，楚思琪没有错，他拒绝你是他的权利，但恋人做不成还是可以做朋友的。我不想跟他做朋友，这样的朋友我无福消受。我知道思琪是傲娇了一些，但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不是吗？他可爱个屁！江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他拒绝你的时候都留了一线，还鼓励了你，你不要对他这么冷漠行吗？我草提起这件事我就无语，什么叫坚持下去就有希望？这他妈叫鼓励我？他不是对我有好感，他只是还没遇到真正喜欢的，所以觉得寂寞，觉得我能陪他。等他遇到喜欢的人，他才不会记得我是谁。王同学有些时候话说的伤人才好，才能断得利索，才能让彼此不再抱有那么多的幻想。看到这条回复，王慧茹顿时就沉默了。她知道江晴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她没有立场反驳，甚至隐约有些站在江晴这边的感觉。王慧茹找到了楚思琪的 QQ 号，给她发了一条消息过去。我刚才去问江晴了，她说她的事和你无关，让你以后别联系她了。混蛋，他怎么可以这么说话？你没有替我骂他吗？思琪，算了吧，你都已经拒绝他了，以后就忘了他吧。穿着睡衣的楚思琪被气到不行，直接把手里的志愿填报指南狠狠砸在了对面的墙上。上一次辛苦打工半辈子，却连一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意外长生回18岁的江晴，巨款成功赚到了第一。江晴拿着富婆借的钱，成功买下4部即将拆迁的老破房子。高考成绩出来没多久后，拆迁的消息就传了。到现在7月初，江晴签过合同之后，获得了总计479万的补偿款，并且得到了4套安置房。7月13号，拆迁办将补偿款打给江晴。7月15号，江晴顺利填完了志愿，报了临川大学的金融专业。7月16号，江晴去银行转了273万出去，把借冯南书的钱补齐。又为了表示感谢，带他去东郊的温泉小镇玩了一天。穿着泳衣的冯南书一手拿着快乐水，一手拿着桂花糕，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天然呆的少女对江晴没有太多的防备，用极为舒适的姿势伸展着完美的身材曲线，把对面的江晴迷得移不开眼。刚才有一只大鸟飞过去了，又大又白。可是刚刚飞过去的那只鸟是黑色的，你知道吗？看事物不能光看它的外表，有时候也要透过外表看到洁白的内在。你是不是在看我的胸？你想太多了，我是个目不斜视的正人君子。江晴满嘴都是正人君子版的理由。俩人从温泉酒店离开之后，便去了小镇的商业街，打算找点东西吃吃。冯南书看着挂炉里的烤鸡直流口水，江晴忍不住乐了。他还真是第一次见有人馋烤鸡，掏出钱包来花58买了只烤鸡。你没吃过烤鸡？母亲说，真正的名媛是不会被食欲所左右的，这样才不会有弱点。哎，我看你都快被欲望左右死了，好吗？吃吧，多吃一点，不要浪费就行。江晴，谢谢你给我买烤鸡，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大小姐，你就我一个朋友，我可不就是最好的吗？
那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如果是想夸我的话，就直接夸我帅，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好人卡。对了，我过几天可能要忙起来了，一边是学车，一边要做点小生意试试水，估计就没时间溜你了。你有地方去吗？我可以在图书馆看书。不会觉得寂寞吗？不寂寞，我以前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晒得黢黑的江晴站在交警大队门口，揣好自己刚拿到的驾照，然后打车去了银行，取出了27万现金。他要拿出这部分钱来试试每个行业的申请，以确定自己的创业方向，免得走太多的弯路。转眼时间，半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投资接触了好几个行业，江晴觉得自己收获颇丰。与此同时，在高3、2班的班级群里，刚接到录取通知单的毕业生们也比较躁动。录取通知下来了，大家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呀？我觉得可以，暑假太长了，在家待得好无聊，我早就想找人出去玩了。我听说消防局对面有个酒吧，一群人聚在一起，一边看奥运会一边喝酒，咱们也去体验一下吧。我也有点心烦，如果出去玩的话，算我一个。思琪也去，那我也去。我也去，我还没去过酒吧呢，咱们什么时候去？拉倒吧，我们前几天去过了，但是排不上号，要提前预定的。那家酒吧现在可火了，每天都爆满，听说花钱都订不到座。咱一群穷学生怎么跟那些成年人抢座啊？你们是不是在说夜光酒吧？怎么你也知道？其实你们可以找江晴定做。郭子航这突如其来的一句，直接给全群都办懵逼了。呵呵，江晴他不卖盒饭，去酒吧当酒保了啊？不是酒保，他花钱租了半个酒吧，集体看奥运就是他发起的活动。但是后来实在太火了，酒吧老板把整个酒吧都交给他运营了。租半个酒吧要花多少钱？场地加酒水，好像花了大概30万。你在逗我吧？他怎么可能有30万？知道你们是好基友，但吹牛也要有个限度。吹什么牛？我昨天就在夜光酒吧看了开幕式，钱都没花。郭子航还真不是吹牛，江晴前几天和我妈合伙代购了一批50万的美容针，他出了10万。我家羊汤馆2号店也有江晴的投资，我不知道多少钱，但肯定10万以上。看吧，我都说了我没有骗人。郭子航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全群的寂静。其实江晴这时候也在看着群聊，看着群里都是关于他的话题。江晴一点也不打算理会，别人爱怎么说怎么想都不关他的事。江晴提着一袋零食走进图书馆，一眼就见到了小富婆。这几天都快忙死我了，终于有时间可以歇会儿了。小富婆，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冯南书猛地抬起头，就看到江晴已经坐了下来，还把手里的零食袋轻轻放下。江晴，我好像真的有点寂寞。江晴听完后愣了一下，心想：你一天到晚除了练琴就是跳舞，最愉快的生活也不过是看看奇幻冒险小说。我这几天带你逛街泡温泉，陪你坐摇摇车，两相对比之下，你要是不觉得寂寞才怪。走吧，收拾东西，带你去酒吧看奥运会。此时还是大中午，酒吧压根就没有开门。但是作为这间酒吧的负责人，想开门也就是江晴一句话的事。江晴把冯南书带进酒吧，给他指了个座位，让他乖乖坐好，然后就抱着营业中的木板出去放在门口。就在此时，马路对面忽然窜过来了4个身影。江晴抬起眼看过去，发现是郭子航、秦子昂、于莎莎和王慧茹4人。你们怎么来了？我说这家酒吧现在是你在运营的，好说歹说他们都不信，我就带他们来看看了。我没说我不信，我纯粹就是来凑热闹的。是于莎莎不信，我也没说我不信，我是替我们家思琪来看的。你真的花30万租了这间酒吧？别听郭子航胡扯，我就说嘛，你哪里来的30万？江哥，30万明明是你亲口跟我说的。我说的是32万，你他妈有点飘啊！2万就不是钱了，你也敢给我4舍5入？哦，对，是32万。几人顿时都说不出话。江晴打开门，让4个人进去随便找地方坐，自己则去打开了横放在酒吧最中间的4台电视机。不过就在此时，卧槽！只见在酒吧的西南角，冯南书正一脸恬静的坐着，秦子昂还以为自己是看错，猛揉双眼，揉到睫毛都断了3根，但冯南书还是活生生的坐在他们面前。你们喝什么？啤酒吧？调酒师没来，我也不会做别的。江晴的声音传来，瞬间把失神的于莎莎和秦子昂拉回到了现实。俩人脑子懵懵的，也没听清楚对方问的是什么，下意识的点头。我也喝啤酒就可以了。不行，你不能喝，你只能喝娃哈哈。江哥，这什么情况？为什么冯南书也在这里？我俩是好朋友，可是冯南书从来没有朋友，连话都不跟别人说。好吧，你猜对了，他确实是馋我身子。江晴不再理会郭子航，回头看向王慧茹：“你可以喝啤酒吗？”我上次看到你和他在逛街，你还捏他的脸，你们真的不是在谈恋爱吗？恋爱那玩意儿狗都不谈，去把酒给送给秦子昂去。还有外国字，这不是进口啤酒吧？他也配？酒吧里哪他妈有真货？兑了水的，给他喝正好。这傻狗喝不出好坏的。义父英明。江晴转身出了吧台，递给冯南书一瓶娃哈哈。就这样，一行4人默默无声的看了1个多小时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和混合双打。第二天，江晴刚从床上爬起来，就收到了郭子航的突破消息：老江，一起去拿录取通知书吧。你的通知书也来了？没有啊，我这不是陪你去的吗？又不是你的，你这么积极做什么？你说发了通知书之后要带我去洗脚城的。江晴忍不住对着手机呸了一口，心说当代大学生就他妈这点出息，竟然天天惦记着洗脚。义父，你的录取通知书在3号架最上面第5个。你怎么知道的？
我已经帮你找过了，要不是工作人员拦着我，我直接就帮你拿出来了。你为了去洗脚城真的是不择手段了。郭子航憨笑一声，像个狗腿子一样跟着江晴跑上邮局。江晴从3号货架的最上面找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又翻找了2下，拿走了另外一个包裹。江哥，你怎么有2个录取通知书？另一个是冯南书的。不行啊，如果不是本人的话，你得有冯南书的身份证才能取走。江晴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了2张身份证递给了邮递员，一张是自己的，一张是冯南书。见到这一幕，郭子航的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一样。江哥，冯女神报了哪个大学？和我一样，临川。女神告诉你的？不，我猜的。郭子航还要继续问，余光却忽然瞥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Yeah, I always end up outside, feeling like I'm wasting my time. Oh, I don't do it anymore, yeah, I tried, looking for what I thought I'd find. All the girls in the club like OMG, all the boys in the club like who is she? All we want here is love, but it's so empty, like oh. All the girls in the club like buy me a drink, all the boys in the club that's fighting a stick. I'm just walking around in the basement, we don't want no empty love. Ooh. Like oh. I'm just walking around in the basement. You don't want no empty love. Don't want no empty love. Don't want no empty love. 上一世辛苦打工半辈子，却连一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正在邮局拿录取通知书的江晴和郭子航非常晦气的碰到了班花楚思琪。江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也报了临川大学吗？我在法学系，你呢？谁告诉你我报了临川大学？是王慧茹，不过你不要误会，我可不是特意打听的，是昨天不小心聊到了，我就随便一听。江晴没有理会楚思琪，脚步一抬，直接就走出了邮局。而见到江晴迈步就走，楚思琪顿时就急了。江晴，难道你真的打算和我成为陌生人了吗？是啊，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答案了？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和我上同一所大学？我考临川大学和你没关系。可你的成绩足够去首都了吧？却偏偏选了临川大学，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会去临川？首都太远了，我不想离家太远，临川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就真的再也别联系了，把我删掉，立刻在我面前删掉我的 QQ。江晴掏出手机，有些心虚的看向郭子航。老郭，08版的手机 QQ 怎么删除好友？义父，你连这都不会？我是真不会，你帮我操作一下。于是郭子航操作着江晴的手机，直接当面把楚思琪删掉。见到这一幕，楚思琪直接哭出来，一边大骂着郭子航混蛋，一边呜呜的跑远了，甚至连录取通知书都忘了拿，挨了骂的郭子航都懵了。老江，你今天不请我去洗脚城，都对不起我。洗，给你洗秃噜皮。进门前，江晴给郭子航科普了一下规矩以及各种行业非法，免得他进去之后丢人。郭子航听得脸都红了，最后说什么都不肯进去。你他妈不是很想去吗？哥，我以为里面只是洗脚的，我不去了，咱回去吧。瞧你那怂样，看你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转眼就到了开学季，一大早，江晴和郭子航一起来到了火车站。郭子航报考的是临川科技大学，距离临大不近不远，所以2人决定结伴同行。中午11点，火车到站，江晴和郭子航拉着行李箱来到了出站大厅。江哥，咱们现在去哪儿？当然是分道扬镳，各自回校。要不你跟我去参加个联谊会怎么样？怎么还有联谊会？什么情况？我这几天加了个我们学校的新生群，大家说要办个联谊会，提前认识认识。我报名了，但是我有点不敢去。现实唯唯诺诺，网上重拳出击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反正你回去也没事干，给我壮壮胆子吧。那倒也是，闲着也是闲着。走吧，不过打车的钱必须你出。2人在火车站打车朝临川科技大学而去。很快，出租车抵达了临川科技大学的门口。郭子航带着江晴来到了学校斜对面的一家奶茶店，只见里面一共坐着4个妹子2个男生。江晴和郭子航走过去坐下，大家便开始自我介绍。介绍一圈下来，有一个坐在最外侧的女孩引起了江晴的注意。女孩介绍自己叫红颜，来自杭城，和旁边的许晴晴是闺蜜。她的个子高挑，皮肤白皙，外貌和旁边的3个明显不是一个等级。男生这边爱看红颜，女生那边则盯紧江晴。江晴同学，你是哪个系的？我是计算机系的，学软件工程专业。我兄弟也是。江晴拍了郭子航一巴掌，示意他说话，结果这货像是刚把活找回来一样，张着嘴只会说对不起。我也是学软件工程的，你被分到哪个班了？2班吧。2班就2班，怎么还吧？有没有女朋友？人家小姑娘问你呢，有没有女朋友？暂时还没有。
江琴，那你呢？我热爱学习，一天不学习就浑身难受，所以大学不打算谈恋爱。爱学习还考了临川科技大啊，你不应该去临川大学吗？旁边的红颜捅了许晴晴一下。晴晴，说话别阴阳怪气的，说不定人家只是发挥的不好。没关系，大家都这么说，我属于是死读书的那种。看，我没说错吧？那也说明人家努力了，至少不会遗憾。东聊西扯间，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12点，一群人喝饱了，喊着老板过来买单，每个人都乖乖的付了自己的账，只有江晴跟老板对视一眼，要求对方抹个零。同学，你这杯奶茶本来就10块，没有零头能抹了。那我能不能给8块？啊，这行吧。听到这段对话，其他人全都忍不住露出了嫌弃的目光。啪一声轻响，江晴把一张崭新的10元大钞干脆利落的拍在了桌子上。不用找了，剩下的2块算小费。老板懵了，临川科技大学的学生也懵了。见到这一幕，坐在对面的红颜忍不住认真打量了江晴一眼，他觉得这人跟他见过的男生好像都不太一样。下午1点多钟，几个人开始讨论着去哪吃午饭的事情。江晴拍拍郭子航的肩膀，你们好好吃吧，我得先回学校了。义父，没有你在我不行啊，我和刚认识的人说不了话。你个怂货，真他妈给义父丢人！帮你社交也就算了，难道我以后还得帮你谈恋爱啊？可是明天才正式入学呢，你下午有什么事啊？冯南叔下午到校，我得先带他溜一圈。这丫头对于陌生环境的熟悉能力差的一批。江哥，我怎么感觉你是养了个女儿呢？江晴和众人道别，坐上公交前往临川大学。由于刚开学的缘故，学校门口的人乌泱乌泱的，一片混乱。江晴不愿意去挤，就坐在公交车站看着人来人往的大学生。不过下一秒，他的余光就瞥见了一个熟悉的女孩，而那个女孩也一脸惊讶地看着江晴同学。侯岩，你怎么也来临大？两个问题出口，两人相互对视，随后一切都了然了。大家明明都是临川大学的学生，却巧合般的在科技大的联谊会里认识。重新认识一下，林大法学系红颜，林大金融学院江晴。你一开始怎么不说啊？还偏说自己是科技大的计算机系，演得那么真。人长得太帅了，不像学霸，怕说出来人家不信。当然，主要还是为了陪朋友，他才是主角，我就没必要显得高人一等了。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红颜忽然对这个人生出了一种带有好感的好奇。他从小就有着超出于同龄人的情商，因为情商高于同龄人，身边人的所作所为在他眼里就会显得很幼稚。江晴是他难得遇到的说语作，都让他感觉很舒服的人。不过他现在要赶着回宿舍收拾包袱，没有过多的时间可以闲聊，于是就主动加了江晴的 QQ。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加男孩的 QQ， 以前从来没有过。巧了，我也是第一次被女生主动加 QQ。那我就先走了，宿舍还有一堆事儿呢，有时间一起出来聊天。红颜冲他摆摆手，然后转身进入了东校区的校门，而江晴则跨过了天桥，一直走到了本校，按照通知书里附赠的地图一路往前，终于在同样拥挤的宿舍区找到了自己的宿舍楼。江晴一进门，宿舍里已经有3个人在聊天了，于是便坐在椅子上面歇息，边听他们聊，对3人逐渐有了一定的了解。周超，南方龙城人，皮肤很黑，个头比较小，人字形，东山人，瘦瘦高高的，脸上有点青春痘，但说话很客气。曹广宇来自杭城，穿了一身牌子货，架子端得很高，自我介绍的时候还特地说了一句亲爹是做生意。哥们，你呢？江晴，济州人，平时喜欢做生意。我操，你占我便宜！曹广宇嘴都差点气歪了，你这不是强行当我爸爸吗？而旁边的任自强和周超则全都捧腹大笑。收拾完宿舍，打扫好卫生，4个人聚在一起开启了闲聊模式。因为是刚见面的原因，他们之间还不熟络，说起话来总有种一本正经扯犊子的感觉。总之每个人的理想都很宏大，用雄心壮志来形容都有点虚谈。哥几个聊点男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行吗？我觉得今天中午在学校门口做登记的那个学姐特别好看。对，那个学姐确实不错，还有卖水卡的、做校园卡激活的那2个学姐都不错。没错，尤其是卖水卡的学姐，那腿又长又白。女人没意思，我高中谈了5个，有点腻了，反而更迷恋单身的感觉了。你们呢？不会没谈过吧？我高中谈过1个，但是后来为了学习，我还是果断把他甩了。我倒是没谈过，但是有2个追我的，我当时为了专心学业，把他们全都拒绝了。老姜你呢？我是母胎 solo， 从出生一直单身到现在。听到这话，3个人顿时扬起了嘴角，觉得自己在宿舍的地位应该是稳了。老姜，虽然谈恋爱没啥意思，但学生时代不找个女朋友是很遗憾的。我教你几招怎么样？接着曹广宇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经验分享，听得江晴嘴角一阵抽搐。这他妈都是什么甜狗文学？最后，曹广宇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来了个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千万别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有女孩会主动找你吃饭聊天。现在的女孩都矜持得很，你必须得主动才能有故事。上一世辛苦打工半辈子，却连1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听完曹广宇的恋爱经验总结之后，江晴还没来得及说话，手机忽然开始震动，而且不止一下。江晴解锁屏幕，发现 QQ 列表里的王慧茹、红颜和冯南叔都给她发了消息。江晴，我们到学校了，晚上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不了，晚上有事。其实这是思琪的主意，他说他有些话想跟你说，你要是不忙就出来吧。今晚不行，我真的有事，以后再找时间吧。回完王慧茹的消息，江晴退到主界面，然后点开了红颜的消息框。江晴同学，回宿舍了吗？已经到了。有句话忘了跟你说了，认识你很开心。我也是。江晴回了红颜3个字，但对于这次的萍水相逢，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江晴退回到主界面，又点开了冯南叔的消息框。江晴，我在7栋5楼503 3号床。
你说的这么详细也没用，我又进不去。为什么？我还想给你看我自己搭的蚊帐。谁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定的规矩？这样吧，你先收拾床铺，然后休息一下。你什么时候来溜我？4点半，你准时在楼下等我，我去接你。宿舍里的人在聊天，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保持微笑就好。江晴发完最后一条消息，发现宿舍里3个货正在用严肃的目光看着他。怎么了？我正给你传授我的恋爱经验呢，你怎么走神呢？我听着呢。没有女孩会主动找你吃饭聊天，要主动出击才有故事。没错，你能明白这个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江晴点点头，又抬眼看了下时间，发现距离4点半只剩15分钟了，于是他急忙的就往宿舍外面走去。老江，你干什么去？我还没教完呢，回来再学。有妹子找我聊天吃饭。曹广宇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有种铺垫了半天的逼被别人装了的感觉。另一边女生宿舍，来自天南海北的5位女孩聚在一起，分享着怎样才能熬过军训的经验。不过每聊那么3两句，她们就会偷偷看一眼3号床的位置，那里正坐着个不是很合群的美少女。面对这个女孩，同寝室的其他5个人都有种扑面而来的压力，他们忍不住回忆起刚才那一幕。当时2个穿黑西装的保镖推门进来，一个扛着行李箱，一个提着暖水瓶和脸盆，嘴里喊着小姐小心，小姐辛苦，然后迅速的把整个寝室都打扫了一遍。就因为这非同凡响的出场方式，自带光环的冯南书立马给小小的503增添了不少的压迫感。直到下午4点半，冯南书起身离开了宿舍，5个女孩才松一口气，心中的压迫感减轻了不少。他叫冯南书吧，好高冷啊。是啊，看着很难接近的样子。其实我很不希望和这样的大小姐住一起，不然大学4年还不得天天看她脸色。文慧，你小声点嘛，说不定没走远呢。冯南书此时站在门口，亲耳听了2句，沉默半晌后转身下了楼。此时女生宿舍前已经聚集了10几个男生，看到冯南书下楼后就立马人模狗样的涌过去。某些狗日的老生就是这个屌样，平时找不到对象，一到新生入学就发骚。学妹，我是刚才给你指路的，你记得我吗？咱们加个 QQ 行吗？学妹，我是宿管部的部长，留个联系方式吧，以后有事找我。我是学生会的，学妹你想加入学生会吗？学妹来学校之后还没逛过吧？咱们林大的历史可悠久了，我带你转转吧。冯南书往后退了一步，双手攥紧了包包，眼神贼拉警惕。正在此时，江晴从人群里挤进来，迅速且自然地把冯南书揽到身后。加 QQ 是吧？来，加我的。江晴翻出自己的诺基亚，伸手就攥住了最前面的那个男生。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加上。妈的，刚入校就骚扰学妹，谁也别想跑。围在周围的男生们一听这话，脸色顿时瞬间一变，接着就轰然散开了。什么狗鸡巴学长，大一你们都他妈找不着对象，大2大3你就行了。以为学妹都是瞎的呢，看不清你有多丑。刚走没多远的闷骚学长们顿时被刺痛了内心，立马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江晴一眼。看什么看？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外贸学院新生李大壮，有本事来宿舍打我！江晴说完，转身看向冯南书，却发现小富婆眼眸低垂，兴致明显不是很高。怎么不开心了？是宿舍里的人，他们说我高冷。你没有微笑吗？我微笑了，甜甜的那种，但就是很奇怪，也不知道是哪里做的不对。笑一个给我看看。江晴看着面前这个完美且经典的皮笑肉不笑，不禁有些头大。这样吧，你从头给我讲一遍，就从你来到学校开始说。于是冯南书用清冷的语气描述了一下自己入学的场景。听完了冯南书的描述，江晴的嘴角忍不住一阵抽搐。这样的出场方式也太装逼了！保镖一路开导，扫地带通厕所，这要是放在我们宿舍，曹广宇那个货保准能被吓死。难怪别人会觉得你高冷。不过女生之间的人际关系要比男生更为复杂，江晴在没了解清楚之前也不好多说，于是打算找个地方好好问问。江晴带着冯南书来到了一家路边摊店，点了几个菜后便看着冯南书：“你刚才说你在宿舍门外偷听你舍友聊天了，他们说了什么？”“好高冷，很难接近，不想和大小姐住在一起之类的。”江晴听完之后点点头，大概了解那5个女孩的心态。其实这件事想完美解决也很简单，因为那些女孩是怕冯南书而不是讨厌他，只要稍稍表示一下善意应该就可以了。江晴，我想吃那个。江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转头，看到了旁边卖7彩棉花糖的小推车。不，你不想吃，我自己买可以吗？那玩意儿都是色素，吃完舌头都会变色的。听话，不吃。我也会给你买一个的。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粉红色的，你要蓝色的好不好？你能不能不要拿这么幼稚的东西贿赂我？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贿赂？我说不允许就是不允许。幼稚吗？那你还坐过摇摇车呢？江晴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心说：交朋友你学不会，恶人先告状的是倒是溜得飞起啊！要不是为了陪你，我这种威猛先生会去坐摇摇车吗？吃过晚饭之后，江晴带着冯南书去超市，扫了些货架上的零食，分成5个袋子装好。不要了，不要了，我吃不了这么多。不是给你买的，你那些舍友不是讨厌你，只是觉得你有点高不可攀，心里面会觉得有压力，所以就需要你主动去释放善意。都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你把这些零食给他们，他们就会知道其实你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江晴拉着冯南书去结账，走出超市的时候，忽然想起了郭子航的话。我靠，我现在还真像你爸爸呀！不行，我有爸爸了，
我只想和你做朋友。这只是个比喻。从步行街返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入夜了，江晴提着零食袋走在前面，冯南书则踩着小皮鞋跟在后面，俩人往女生宿舍楼方向走去。东西给你，记得回去就分掉。好，我可以偷吃一点吗？不可以。江晴摆摆手跟冯南书告别，转身走出了女生宿舍区。冯南书一推开门，里面欢快聊天的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紧张地看向他。冯南书走进去，把那些零食一袋袋地放在了他们的书桌上，然后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半晌之后，范淑玲咳嗽一声，冲着旁边的4个人使了个眼色。那个冯南书，我们明天8点去报道，一起吗？是啊，一起去吧。下午没事的话，我们再聚个餐呀。好。女生宿舍这边，冯南书成功地融入了舍友们的圈子。另一边，江晴原路返回男生宿舍，期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想要在学校这个地方起步，做什么最赚钱呢？江晴漫步而行，随后在学院超市的门口停下脚步，目光不禁被贴在超市门口的海报所吸引了。大学生论坛，所有大学生都在用的专业论坛。江晴走过去，把墙上的海报整张揭下来，表情若有所思地看着。就在此时，一阵滴滴滴提示音响起，江晴掏出手机看。义父，请教你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要到别人的联系方式？刚进学校就有目标了，不错呀，放心大胆要就是了，被拒绝又不会罚钱。就是有没有那种不用开口就能要到联系方式的办法？看着郭子航的问题，江晴的表情相当无语。这兄弟绝对是废了，那嘴是贷款买的吗？还他妈舍不得用。学姐还是学妹？学姐的话暂时就不用考虑，人家啥都经历过，你那点小伎俩人家一眼都能看破。学妹的话，你可以假装借手机，然后偷偷给自己打个电话。那如果是学校门口卖水果的一个小阿姨呢？那个阿姨是个娃娃音，我听她说话的时候心动的都不行了。滚！上一世辛苦打工半辈子，却连一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江晴的2个室友去教务处拿军训服，2人拿到手之后相互猜疑身高。老曹，你他妈诚实一点行不行？我怎么不诚实了？我穿180的正好。拿完军训服的几人决定出去聚餐。老曹，你是富二代，第一顿给你请吧。关凭什么我请？你总说家里开公司，天天百万流水，怎么也得稍微露富啊。曹广宇倒是请得起一顿饭，但因为刚被任自强怼了身高，现在让他请客，他是100万个不愿意。江晴不动声色地招招手，把任自强和周超悄悄叫到了一起。想不想让老曹请客？想啊，当然想，吃他一顿我高兴一天。一人给我10块钱，我让老曹请客。任自强和周超对视一眼，迅速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给了江晴。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江晴拿到钱之后塞进口袋，又取出1张20的整钱捏在手里，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去，仿佛没有任何事发生。任自强和周超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能好奇地跟在后面。4个人刚出校门，曹广宇的脚步忽然一顿，接着2眼放光，瞬间发出尖叫。我捡了20块钱，兄弟们，我捡了20块钱。我操！老曹，你好运气啊！刚开学就捡钱，你大学4年肯定顺风顺水。江晴反应神速，瞬间把羡慕与惊叹演绎到了巅峰。真的吗？就20块钱，也不至于吧？周超顿时也反应了过来。妈的，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运气？难道这就是高富帅的光环？曹广宇被那句高富帅雷中了内心。看来我确实是人中龙凤啊。那肯定的啊，别说学习了，我估计你桃花运这2天也要来。任自强此时也明白过来了，迅速补上一个助攻。老曹，咱4个可是一块出来的，偏偏就你有这么好的运气，你可得请客。老人说的对，你要不请客可就说不过去了。那没问题，我请就我请。曹哥霸气，曹哥真不愧是高富帅。 3个人一路来到南山饭庄，点了12个菜。曹广宇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又说不清楚是哪里不对。正在此时，江晴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打开后发现是红颜的 QQ 消息。我们报道完了，咱们去哪儿吃？江晴看到这条消息后一愣，才发现自己似乎忘记了某件事。完了，现在可咋整？大一刚入学的第一顿饭，要是抛下他们去跟别人吃，那绝对要被戳4年脊梁骨的。步行街的南山饭庄怎么样？听说那儿的菜不错。好啊，我现在就出门，等我。等会儿还有件事。什么事？我舍友也在，你介意吗？那我也带几个室友行吗？当然可以。回完消息后，发现舍友们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江晴也好奇地看了过去，发现是金融3班的女生们正在外面的摊子上买东西。宋晴晴和蒋田也在其中。老江别看了，看也不是你的。老子只是好奇你们在看什么。追又追不到，你让江晴过眼瘾还不行吗？老江，你换个目标吧。我觉得潘秀还不错，虽然比不上宋晴晴和蒋田，但也算是普通女孩当中的美女了。潘秀不行，我刚加了她的 QQ 号。老江，你可别跟我抢，如果是你的话，我可能真的会输。我操，你小子下手这么快，撩妹不积极，脑袋有问题。江晴忍不住啐了一口，表情里全都是鄙视。看到江晴一脸不屑的表情，老江，你是不是不服气啊？你是有点小帅，但对上宋晴晴那种级别的美女也没有太大的胜算。何况你连谈恋爱的经验都没有。这话我同意，你要是不信，可以出去试试，绝对会被拒绝的，找不着北的。颜值太低，看不上。我信你个鬼！哪里能找个尿黄的给他们呲醒呢？糖尿病别来，免得让他们尝到甜头。正当几个人各有想法的时候，周超的声音瞬间把他们拉回到了现实。我操，快看有美女！曹广宇和任自强顺着周超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位美丽的少女朝他们这里走来。我来啦！来得太及时了，这几个货总算能被滋醒了。什么意思啊？没事，就是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不过你们是集体聚会，我来蹭饭会不会有点打扰？放心坐着就好了，他们活该被打扰。
红颜不明所以的轻笑一声，又看向空荡的桌面。你们还没点菜吗？要不我来请吧。已经点了，但开学季的客流量太大，后厨的师傅忙不过来，上菜慢了些，先喝杯茶吧。江琴把自己那套涮好的餐具递了过去，并随手提起水壶给红颜倒了杯茶。看着眼前这一幕，任自强和周超人都傻了。老姜，这是谁啊？和我们同一届的新生，法学系的红颜，给你介绍一下，这3个是我舍友，周超、任自强、曹广宇。老姜，你竟然能约到这么漂亮的女孩一起吃饭？你们误会了，其实是我主动约的江琴，连她的 QQ 也是我主动加的。其实都是你说的太快了，完全没给我先说的机会。但我说的也是事实啊。红颜丝毫不觉得女生主动是什么丢人的事。老曹，你听到了吗？这简直离谱！曹广宇的嘴角动了动，似乎话想说，但沉吟了半晌，终究还是咽了回去。对了，你不是说要带舍友一起来？他们去买东西了，可能要待会儿才能过来。红颜同学，你舍友长得漂亮吗？漂亮啊，可比我漂亮多了。正说着话的功夫，服务员把菜上齐了。江琴拿起一罐啤酒开始猛灌。江哥，你这一手有点厉害啊！我舍友好像来了，我去接一下。红颜起身离开座位，周超和任自强瞬间就憋不住，俩人拽着江琴的胳膊。江哥开课吧，我们跪着听。你们想多了，恋爱狗都不谈。你对这种校花级的女生都不感兴趣吗？不是不感兴趣，是觉得谈恋爱浪费时间。江哥，我可不是胡乱编排的，红颜绝对是对你有意思，这你都能看出来。那当然了，红颜看你的眼神都要融化了，而且你一跟他说话他就笑，这还不明显吗？看来以后不能一起吃饭了。老姜，红颜刚才说她舍友比她还漂亮，你可得让她给我们介绍一下。红颜的情商很高，说话的时候很在乎别人的情绪，所以她说她舍友漂亮并不一定是真话。你们待会儿注意点，别说什么不合适的。话音刚落，红颜带着2个女孩回来，江琴顿时愣了，因为她发现这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和小说一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室友楚思琪、王慧茹。楚思琪怔怔地看着江琴，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而王慧茹也满脸惊讶。两人一声不吭地坐到了红颜旁边。怎么样，我舍友漂亮吧？漂亮，你们该不会是传说中的校花宿舍吧？我可不敢说自己是校花，我们家思琪倒是差不多。那楚同学有男朋友吗？听到这句话，楚思琪目光忍不住看向江琴。王慧茹看了2个人一眼。妍妍，你喜欢的是哪一个？我只是单纯来见朋友的，你不要误会。你出门之前打扮了1个小时，还来回换了5套衣服，这能叫误会？好吧，就是那个人，叫江琴。你喜欢他什么？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男生都不一样。哎，原来所有人都知道江琴的好，却唯独思琪不知道。先吃饭吧，待会儿再聊。接上集，江琴没想到只是出门聚个餐，还能碰到跟自己颇有孽缘的高中老同学。江琴，你说了要和我好聚好散，为什么又忽然出现在我面前？巧合吗？我和红颜约好要一起吃饭的，但我不知道你们是舍友，这是太偶然了。我说你有你就有，你还敢不承认？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你们慢慢吃。说着从座椅上起身准备离开。你说我有我就有，你不去不孕不育医院当医生都他妈屈才了。你们认识吗？高中同学。不只是高中同学，你还说会喜欢我一辈子。江琴不再理会楚思琪，转身直接走出饭庄。与此同时，金融3班的女孩从超市里走出来。晴晴，你有没有觉得咱们班的男生质量太差了？是啊，没有一个能看顺眼的。不是啊，我觉得那个叫江琴还挺不错的。哪个是江琴？坐在后排靠窗的那个，身高有1.8米，长相很清秀，你没看到吗？没看到啊。那蒋田你看到了没？是有些印象，他长得确实不错，但人太欧了。你知道吗？江琴打算追晴晴呢。真的假的？真的呀，他有个舍友叫任自强，我刚刚和他聊了2句，是他告诉我的。晴晴，你的魅力还真大啊！刚开学就有追求者了。我长得有这么面善吗？怎么不管是谁都有勇气追我啊？真的。正在此时，潘秀突然拉住他们，看，那个就是江琴。宋晴晴和蒋田看过去，就见到江琴从南山饭庄走了出来，还真挺清秀的。要不去聊2句？那就去啊，反正聊天不要钱。几人直接往江琴凑了过去。江琴，你是不是喜欢宋晴晴啊？江琴突然听到这么个问题，人都直接麻了。我他妈是来搞钱的，怎么非得跟女生纠缠不清了？谁来尿泡黄的呲他们一下呀？操！江琴，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我害羞个毛线，那都是任自强扯淡的，信他还不如信鬼。就在此时，饭庄里忽然跑出来一个靓丽的身影，气冲冲地抓住江琴的手臂。江琴，你对我到底有什么不满？为什么要装成陌生人一样？楚思琪，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不满，我只是想让大家好聚好散。那你为什么忽然就不喜欢我了？你安心学习吧，我保证你很快就会遇到你真正喜欢的人。至于我们，没有什么可能的。我不管，你必须喜欢我，而且只能喜欢我。我没允许你离开，你就不能离开。江琴转身想走，但楚思琪就是不松手。又一个女孩从饭店里走了出来，直接拉住楚思琪。思琪，我们回去说吧。红颜，我当你是好姐妹的，你为什么偏要喜欢江琴？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认识。我告诉你，他对你没意思，他接近你只是为了来气我。下一秒，王慧茹也追出来，直接把楚思琪拽回了饭店，只留下了红颜和江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思琪的事情。我和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别因为这个让自己有压力。今天的事太乱了，改天我请你吃饭再说吧。
好，那下次就我们2个行吗？那就这么说定了。江晴离开步行街，回到了校园图书馆，找到了昨晚接他单子学姐。你好，我叫苏奈，计算机系，今年大3，我该叫你学长还是学弟？我姓江，金融学院的，你叫我学长就可以了。学长，你的建站需求我看过了，我可以帮你做。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3天。江晴不了解建站流程，但下意识觉得有点不够。 3天，你确定吗？其实我不是很着急，最重要的是效果要好。相信我，3天就足够了。不过后续可能需要多次维护。先建站吧，如果效果好的话，维护工作也可以交给你来做。谢谢学长。那我们来说一说细节问题吧。有些地方我不是很明白，想听学长你解释一下。苏奈把自己的笔记本拿出来放到桌头，屏幕上是江晴昨晚写的题。 弹窗式广告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女图片式弹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些吸引眼球的图片广告，你懂吗？有一些裸露大姐姐的那种，这样可以增加点击率。我懂了，你说的是那种色色的图片吗？苏奈同学，你的概括能力很强啊。学长，你真的是正经人吗？我当然是正经人。但你描述的那些属于是不良内容，万一被举报的话，封站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同学，我希望你记住，技术是无罪的。 好吧，那万一出了事可跟我没关系。我心里有数，你先做出来试试，不行咱再换就是了。我没看过那样的图片，学长你有资源吗？江晴直接在苏奈的电脑上输了一个网址，随后2个人就这样缩在角落里看了半个小时的美丽图片。我觉得建站需要5天的时间了，看这种东西会降低工作效率。这个我懂。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你还是要以工作为主，这种东西还是少看为妙。我会克制住的，学长。但你要清楚，这种新世界对我这种宅女确实有很大的冲击力。5天好不好？好吧，那就5天，可不能再晚了。这里好像还有个视频专区。学妹，这个大门一旦打开了，那可就不是5天的事情了。我希望你慎重。那我不看了。那就好好干活吧。 千万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在确定好所有细节之后，江晴离开了图书馆。你说老江到底什么背景，竟然让2个校花级的妹子都为他你死我活？我实在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他不就是长得帅点、皮肤白点、花钱狠点、骚话多点？除了这些，他还有什么？他拿什么跟我们这些好男孩比？老曹，你是富2代，见识多，比我们多。 你来说说为什么？你们刚刚都已经把原因找出来了，还问我做什么？我什么时候找出原因了？什么原因？我怎么不知道？他长得帅，皮肤白，花钱狠，骚话多，这还不行。四样，你们站一样吗？不对，老曹你不对劲儿。我们输了也就输了，可你一向都不服老江的，怎么今天跟屁打了似的，连句牛逼都不敢吹了，还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滚滚滚！老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被江晴那个狗贼打击了信心？老曹你别伤心，等江晴回来，我俩好好收拾他。江晴刚进门，周超和任自强就凑过来。爹，咱们什么时候讲课？老任老周，你们的出息都被狗吃了。 出息哪有媳妇儿香？老嫩，你对得起你的名字吗？我爹给我取名的时候，我就不同意，可我他妈没话语权啊。那行吧，搬一把椅子过来，趁老子今天心情好，给你们好好说道说道。江晴坐下来，把高中时期喜欢楚思琪3年，但告白后当场被拒的事情拿出来讲。老蒋，你也暗恋未遂过？你他妈的怎么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你早说，原来你也喜欢别人3年，那我们大家都是难兄难弟啊。老曹，你这个也用得很微妙啊，你也有故事。 那行吧，我也讲讲我的。听到曹广宇说自己暗恋红颜，并且没有谈过女朋友，周超和任自强怪异的看着他。怎么了？就这，你也配和老江称兄道弟？我都替你觉得丢人。我怎么丢人了？虽然都是暗恋别人3年，但你看江哥2句话就能气的那个楚思琪要死要活，你呢？在饭店坐了2个小时，人家红颜压根不知道你是谁。人家张哥虽然没和楚思琪搞对象，但是人家有红颜喜欢啊，你有个鸡毛掸子。因为高中表白被拒的事，江晴被自己班女生嘲笑，最后托小富婆的福，把众人啪啪打脸了。临川大学的军训正式开始了。老江，我发现我一直是井底之蛙，你怎么发现的这么晚？老江，你别笑，你是不是觉得红颜和楚思琪已经是颜值天花板了？我告诉你，4班有个更绝的美女，那气质简直璀璨夺目。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完美的女孩，跟明星似的，不比明星还好看，我世界观都碎了。真的有那么夸张？一点也不夸张，不信你跟我们一起去看看，你肯定也会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算了，这狗几把天气走2步都出汗，我还是留着力气等军训吧。妈的，全宿舍就你清高，军训有半个月那么长，总有机会见到的。不着急，说不定他过会儿就来找我。操，他要是来找你，我就当场吃屎。你他妈想吃屎直说，不要总拿我当借口。正当几人说着话，金融3班的女生们忽然从后面涌了过来。看什么呀？看了也不是你们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看看还不行了吗？哼，怎么班里的美女不够你们看啦？偏去看那些可望不可及的。秀秀，我不看别人，我只看你。任自强同学，我们只是聊过2次天，可没有那么好的关系。4天够，见到妹子就挪不动腿，
结果怎么着？热恋贴了冷屁股。而在他们几个互掐的时候，其他女生则看着江晴窃窃私语。整个3班的男生里，就数这个江晴最能装。就是，要不是听说他暗恋别人3年的事儿，我还真被他唬住了。他真的追了别人3年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真的，任自强亲口跟潘秀说的，这还能有假吗？晴晴，你昨天在步行街不是气坏了吗？待会儿再去逗逗他吧。哼，逗逗他也行，让他昨天无视我。这时教官们来了，林大的第一场军训是顶着大太阳立正1个小时。中场休息时间，周超拍了拍他前面的江晴。老姜，一起去厕所不？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刚尿过吗？这他妈还不到2个小时又尿，你肾坏了吧？你不想吗？老子最起码还能憋3小时。那我也不去了。宋晴晴和蒋田几个女生凑过来把江晴围住。江晴同学，听说你高中追一个女孩追了3年，结果失败了。是有这么回事？江晴用后脚跟想都知道，这他妈绝壁是任自强泄露出去。死舔狗，为了找女生感兴趣的话题连兄弟都卖，改天必须得坑他一把，让他知道人心险恶。你不觉得丢人吗？竟然还把这种事拿出来说。失败有什么丢人的？我昨天还求食堂大妈给我多点肉来着，结果也失败了呀。对，食堂大妈才是尼玛真正的高冷校花。3班女生的全都开始捂嘴偷笑，觉得江晴还真是嘴硬。江晴，你是不是看谁好看就追谁？我还听任自强说你想追我们晴晴。这些妹子昨天没被滋醒吗？是尿不黄还是胃太甜了？我可告诉你啊，江晴，不要对我有想法，我可不是你能追到的那种女孩。你要不去医院看看吧？我感觉神经科可能都治不了你了。一个俏丽少女朝着这边走来，江晴抬起手冲少女挥舞了2下。等宋晴晴回过神，少女已经拿着水来到了江晴的面前。江晴想喝水，拧不开吗？江晴把水接过来，拧开瓶盖后递回给他。冯南叔坐到江晴身边喝水。和舍友相处的还好吗？他们是好人，还带我去吃了你不许我吃的7彩棉花糖。冯南叔，你刚才是不是在点我？因为我不让你吃棉花糖，所以我不是好人。我说过你是好人，但你不让我说你是好人。这话倒是不错，不许随意给我发好人卡，要发给别人发。江晴，我舍友昨天看到你了，他们想让你请客吃饭。我凭什么请他们吃饭？他们说你是我男朋友，应该请客吃饭，让他们大学4年好好照顾你家的冯南叔。哈，当代女大学生的套路还真是神啊！那就找个不太热的下午吧，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在 QQ 发你。小富婆，我帮你这么多，你以后可要还我的。冯南叔把脚伸过去，我可以给你崴脚。江晴忽然想起宋晴晴，滋醒了吗？宋晴晴尴尬的扯扯嘴角。那个故事是你编的？不是，是老姜编的。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他10句话里有11句是假的，这个人深不可测啊。军训完，江晴就收到了苏奈说网站差不多做完的短信。江晴看完苏奈做的网站，觉得挺满意的，完成的部分挺好的。还有哪些是未完成的？网站的负载测试和安全测试还没做，裸露大姐姐弹窗也还没做完。也就是说，现在基本已经满足上线条件了，可以上线了。后续的优化可以一步步的来。那就先上线吧。我后续会去找人专门去做内容，等内容量达到一定数目之后开始做宣传。优化进度能赶在宣传之前吗？完全没有问题。你晚上去做贼了吗？黑眼圈这么明显。学长，做网站是一件很耗费精神的事情，为了保证效果，我稍微熬了点夜，不过问题不大，学长不用担心。我都说了，让你5天之内做好就行，干嘛非得3天做出来？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给你加钱吧？不，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商用网页设计，必须要认真对待才可以。而且学长不是说了吗？如果效果好，还会把维护工作全都交给我。我有些兴奋，所以就看，鹅做嗨了。学妹，我建议你少看。学长，你不要胡说，我没有看。我们能不能也弄个视频专区？技术上难不难？不难的，它那个播放功能很简洁，只需要上传合适的格式，嵌入服务器代码就可以了。会出现播放卡顿吗？没出现过啊，但是开头会有什么性感荷官在线发牌的广告，就很烦人。苏奈说完才发觉不对劲，少看，伤身体。苏奈生无可恋的趴在桌子上，江晴咳嗽一声，若无其事的转移了话题。还有件事，苏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自动回帖的小程序？自动回帖就是安排一些虚拟 ID 的机器人，到每个帖子下面回复一些万金油的彩虹屁，哇，写的真好，我都看湿了，或者是真牛太有文采了这种的，以此来给发帖人一种成就感。我可以去网上拷贝个现成的，把代码改，看看能不能直接用。重生回18岁，江晴满心都是创业赚钱。创业第一步，先简简单单开个网站吧。建网站需要大量吸引人的文章，于是江晴来到了文学社谈合作。生活类小故事，签字5块钱，是什么内容都可以写吗？我需要的是第一视角的叙事风故事，可以离奇但不要离谱，就是瞎编型的伪纪实类文学。学长的概括能力很强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有3个女朋友的我开始高效管理时间，宁可烂肚子一辈子也不说的秘密。有一位校花女友是什么体验？就是一些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有点像是男科医院的宣传月刊，什么分居3年，老婆却意外怀孕那种。董社长竟然连这样的文学名著都看过，我果然没找错人。你是做期刊的吗？不，我是办网站的。
那你这个网站可以连载原创小说吗？小说连载也可以，但要先通过我的审核，我不会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付费。其实我自己有一部原创小说，文笔肯定很不错，但签字5块的价格我不满意，最起码要签字10块以上。我不要文笔，我要的是好看。有文笔的故事肯定好看啊！如果你同意签字10块的话，我可以整理一部分发你看一下。那合作的事呢？合作的事情就由我来负责吧。我们文学社在册的社员有67个，供稿数量肯定让你满意，但我有个要求，稿费签字6块，这样就由我组织写手帮你把控质量，而燕玲学姐就主要负责连载的事情，怎么样？签字6块可以，不过稿费还是按5块计算吧。既然是签字6块，那稿费为什么还是5块？总不能让学长白帮忙啊。另外的1块就作为你的提成吧，劳烦学长帮忙严格把控一下稿件质量。我是副社长，为组员争取利益是应该的，不该拿提成，这样不好。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白干活不吃饭的，燕玲学姐觉得呢？文豪，你既然要为社员审核内容，拿点提成也是应该的。那我就缺职不公了。缺职不公，还真他妈有文化，真不愧是他妈的文学社，要钱都能够要得这么清新脱俗。江晴把网站丢给曹广宇玩，没告诉他有机器人回答。老姜，你给我这个网站太有意思了吧？真他妈好玩！曹广宇对着刚买的电脑，表情愉悦到飞起。哪有意思？我这是首次网上装逼，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么多认同我的人，竟然还有个女生说崇拜我。果然是金子就会发光啊！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只是钱装一下，根本还没用力。这里的人说话真好听。老姜 WAP 版什么时候上线？我也想玩。快了，明后天吧。这时江晴收到了文学社姚艳玲发来的小信，把姚艳玲发来的1万字看完。10块钱1000字，那1万字就是100块，就这还想赚我100块钱？要不我还是报警吧，这他妈是诈骗啊！学姐，书写的确实真不错，连我这种外行都感受到了一种孤独。谢谢学弟的赞誉，那就说好了，签字10块吧，算我便宜你了。可是学姐，我这是一个庸俗且低级的网站，收录不了这么高端的作品。你什么意思啊？能不能换个题材，别写励志文学，写点庸俗狗血的，什么多角恋、第三者啥的，咱爱看。学弟，你根本就不懂文学，算我看错了人。江晴没再理会姚艳玲，出门去了文学社看稿。大家第一次接手这样的写作任务，熟悉程度还不够，以后的过稿率肯定会越来越高。没事。江晴从口袋里抽出150块钱递给了董文豪。不是只有这8篇合格吗？一篇6块钱，48就够了。第一次交稿，好与不好我全要，这样可以调动一下他们的积极性，一伸手就能见到钱，他们会觉得我这个老板很大方。你在社团里的号召力也能更强劲一些，以后做起事情来会比较容易。老弟，你家里就是做生意的吧？不是，我只是一个背景平平无奇的大帅哥。燕玲学姐今天一直黑着脸说你不懂文学，是不是小说出问题了？也没什么大问题，小说写的还行，都是美丽的汉字，但组合起来就是不好看，也真他妈奇了怪了。那你的网站还收小说吗？我是想收，但写的好的太少了，我他妈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董文豪从包里又拿出一份稿件，那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能收吗？江晴接过来随手看了2页，有点水平啊，爽点很足，味道很上头。这是谁写的？你怎么还给藏起来了？以前的一个社员叫石淼淼，被燕玲学姐骂退社了，说他的文字没有灵气，让他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签字7块吧，让他保证每天更新，小说版权归我，答应的话我就收。江晴和董文豪从活动教室出来之后，江晴打了个电话给红颜，约好吃饭的时间地点，目光看向了湖边白腿细腰的女大学生。你们东校的颜值水平不高啊！董文豪立马就不同意了，这可是东校的面子问题。今天是周末，颜值高的早被人约出去了，你想见也见不到啊！吹牛吧？别的就不说了，就光说新生这一届吧，那可是有2个校花级的学妹，直接刷新了东校的颜值记录。法学系的，你的情报还挺准确啊，有想法？恋爱狗都不谈，其实想也没用，漂亮女孩一个比一个高了，连加个 PPU 都费劲。我舍友是富2代，在网上悬赏1000块买都买不到。还有这样的大冤种，实不相瞒，我和他们是老朋友了，我卖你让你舍友来找我。俩人闲聊着来到东教湖的南岸，董文豪还给江晴介绍了2个朋友，一个是学平面设计的高大鹏，一个是兼职社的社长庞海。正当几人聊得火热，董文豪忽然拽了一下江晴，伸手指了指对面花园当中的凉亭，看校花学妹之一楚思琪，上一世辛苦打工半辈子，却连1套房的首付都凑不齐，意外重生回18岁。这一世江晴决定打什么都不打工了，努力创业，自己当老板。接上集，江晴顺着董文豪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了一袭白裙的楚思琪，而他的面前则坐着个穿黑 T 恤的男生。高大鹏也跟着看了过去，有些惊讶的睁大了眼睛。那不是法学系的学生会主席郑庆龙吗？听说从开学就追楚思琪，终于约出来了。妈的，果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简直畜生！走过去看看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江晴赶紧摆手拒绝，唯恐避之不及。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我俩认识怕出麻烦。胡说八道，快来吧，别害羞，也好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东校颜值天花板。我他妈真的不想看啊！不想看不行，免得你以后说我们东校颜值不高。说完，几人就浩浩荡荡的往凉亭走过去。
郑庆龙，你小子行啊！刚开学就撩学妹，还是最漂亮的那个。别闹了，只是找了个机会和学妹聊聊天而已。别扯犊子了，我怎么没见你找我聊天？好吧，我确实是对楚学妹有好感，但人家暂时还没答应呢。你们可别瞎说了。暂时我呸！学妹你可别答应他，这家伙花言巧语太多，当心被骗。不答应我的话，还有别人能配得上楚学妹吗？楚思琪被他们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刚想说一句大学不打算谈恋爱，但抬头之后突然看到了在人群最后的江琴。楚思琪紧张的朝江琴走过去。江琴，你怎么来东校区了？我来办点事。你不要误会啊，那个是我们法学系学生会的学长，他说我的学籍信息有问题，约我出来聊一下。都行，你们聊你们的，不用管我。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说的可都是真的。知道我听见了，但我真的不关心，你有事忙你的就行。你怎么就是不肯好好听我说话呀？你就是想气死我，假装不在乎我，假装不喜欢我。我承认很有用，你赢了好吗？我已经快烦死了，快点给我和好。我要说几次你才明白我是真不喜欢你，不是装的，你别总是搞得我像你男朋友一样行吗？咱们本来就没关系，你这么做我会很尴尬的。我们和好吧，我可以原谅你一暑假不理我，我们还回到以前那样。我操，楚思琪，你是真不拿人当人啊！你36度的嘴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又冰冷的话？江琴觉得难以理解，根本不知道楚思琪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整的。而此时另外几个人终于回过神来。学妹，这是你朋友吗？江琴是我高中同学。江琴不想再混进这批势力，于是抬头看向董文豪。老董，你有事电话联系我就行了，实在不行就去本校部找我，我以后就不来东校了。行。忽然被点名的董文豪从惊愕中苏醒过来，下意识地回应了一声。老板竟然不是吹牛逼，他还真的认识楚思琪。就在此时，红颜走到了他们的面前。不是去吃饭吗？你们在干什么？没事，有点小误会，先去吃饭吧。红颜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楚思琪，随后迈步跟上江琴。楚思琪见江琴对红颜那么温柔，顿时气得不行。江琴，你真的喜欢红颜吗？我告诉你，你如果带她走，我这辈子再也不理你了。还他妈有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你可一定不要食言啊！见到这一幕，刚刚清醒过来的几个人又陷入到了无尽的沉默之中。江琴，你给我回来！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听到没有？江琴摆摆手，带着红颜来到了南街市维天。上菜后，江琴才慢悠悠地聊起了往事，她和楚思琪的相识，后来3年的暗恋，高考结束时的激情表白，事无巨细全都被他倾吐而出，拿来下酒。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我已经水逆封心了。水逆封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相信爱情，觉得谈恋爱就是扯淡，只相信利益，要努力赚钱，让自己和亲人活得很好。那你有遇到过让你觉得动心的女孩吗？除了楚思琪，一个男生这辈子只会恋爱脑一次，绝对不会有第二次。可你总要结婚的，难道还能单身一辈子吗？那倒不会，所以我正在努力，希望有小富婆可以来包养我。红颜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听到答案不免有些失落。江琴，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我不希望给别人造成困扰，所以我要把那些误会都解释清楚。希望你和楚思琪还能好好相处，毕竟你们会在同一个寝室度过完整的大学时光，为了某个人而闹翻不值得。就在此时，3个靓丽的身影顺着嘈杂的长街漫步而来，直直的来到了江琴他们面前。一个是换了装扮的楚思琪，另一个是王慧茹，最后一个人江琴没见过，她叫司慧莹，也是红颜的舍友。红颜，江琴从一开始喜欢的就是我，为什么你一定要跟我抢？他不喜欢你，就算喜欢，你也配不上他的喜欢。王慧茹的表情顿时惊呆了，她不相信一向温柔的红颜能说出这样的话。红颜，你冷静一点。我说了不对吗？楚思琪，你想做什么？让他继续喜欢你，你再拒绝他，以此来获得满足感吗？你胡说，我没有。慧茹有很多事你比我知道的清楚，你觉得我们谁在胡说？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懂。连你都不敢说真话，说明楚思琪真的没救了。红颜，你不要偷换概念，江琴从高1就开始喜欢我了。所以呢，换来了什么？你喜欢他吗？你只是喜欢被人追的感觉吧？自私、虚荣、愚蠢。红颜的话就像刀子一样锋利，瞬间让楚思琪的脸色变得惨白一片。红颜，你明明才见过江琴2次，你根本不了解江琴。那重要吗？我以后有的是时间了解，毕竟我不会把时间花在和学长聊天这种事情上。你怎么颠倒黑白呀？是我的学籍资料有问题，我不去怎么办？是吗？红颜从自己的口袋掏出一款步步高手机，打开了短信，翻出其中的一条：学妹，你的学籍资料有问题，有时间出来聊一下吗？看到这条信息，楚思琪直接就愣住了。我也收到了他的短信，但我没去，因为我知道他只是随便找个借口，你不知道吗？楚思琪说不出话。红颜把手机收好后放进口袋，眼眸平静地看着楚思琪。你不傻，你只是在装傻，你希望再多几个人追你，让你洋洋得意，所以才假装不知道郑庆龙的目的，假装自己很无辜。我没有，我当时根本没有细想。高中的时候我学籍信息就出过1次问题，你冤枉我。别装单纯，真的很讨厌。红颜，我们是一个宿舍的姐妹，就为了一个渣男，你至于吗？渣男？我从头到尾都是在拼命搞钱不谈对象，到底哪里渣男了？2辈子我他妈还是头一次获得渣男这种荣誉。但司慧颖明显是开口了就没打算停下，于是立马把矛头指指江琴。你坐在这里一句话不说，是觉得2个女的为你打起来很光荣吗？
你很享受这种感觉是吗？你既然喜欢思琪，就好好喜欢下去。他都说了会给你机会，你为什么还要招惹红颜？脚踏两只船的感觉很爽吗？江晴抬头看了司慧颖一眼，并没有理会他。结果司慧颖看江晴不说话，顿时觉得他是心虚了。你怎么不说话？你说的挺对的，我他妈无话可说。江晴把另外4个杯子倒满啤酒，骂累了就吃点吧。喝完这一杯回去之后，大家就相忘于江湖。你说忘就忘，我们宿舍的关系都搞成这样了，你难道不应该负责吗？4个太多，国家不允许我负责呀。就在此时，南街中段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一震，随着声音看了过去，只见马路当中有个男生跪在地上不断嚎叫，而在这个男生跪倒的正前方，一个女孩揽着另一个男孩，女孩惊愕地看着跪着的男生。唐小燕，我喜欢你整整5年，整整5年啊！从高1到大2，我以为我总有机会能够让你动心，你也总是不理我，说感觉到了就会和我在一起。我信了，我怀揣着希望坐了一夜的长途客车赶过来，却发现你在挎着别人逛街。你不喜欢我，我一点都不怪你，可你昨晚为什么要说你已经忍不住想和我在一起？你这样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5年的青春吗？啊！痛苦的嘶喊声中，整条长街都陷入了无尽的沉默。江晴看着这一幕都醉了。我出来吃个饭而已啊，谁他妈在给我照镜子？5年够长情了，那男孩长得也不错啊，也不知道那个女孩会不会后悔？不会。谁问你了？渣男没有发言权。他永远不会后悔，他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曾有机会拥有最好的爱情。那个男的能被辜负，说明这个女孩对真正美好的事物没有任何感知能力。这种天赐的机缘，老天永远不会给一个人2次。不过不用担心，那个男的连这种女孩都碰不过，以后就再也不会被感情伤害了。法学系的4朵金花怔怔地看着江晴，一时间默默无言。江晴和红颜前脚刚到南街市为天的露天饭店，后脚楚思琪就带着舍友来砸场子，场子没砸成，还被江晴怼得说不出话。最后几朵金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慧颖，其实江晴不是思琪的男朋友啊。他喜欢思琪3年，高考鼓起勇气表白了，可最后被思琪给拒绝了，所以他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可思琪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他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说江晴从高1就开始喜欢他，他对江晴也有好感，可能再过段时间就水到渠成了，现在只不过是在考验他。但红颜偏要来横刀夺爱，插足他们的感情，导致江晴不喜欢他了。可能是角度不同吧，思琪这个人确实有点自我，但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江晴是错的。那我刚才骂错了吗？要不要回去道个歉啊？我觉得江晴不在乎，你没看他都懒得跟你解释吗？那以后不就尴尬了？万一江晴和红颜在一起了，咱们几个要怎么相处啊？他和红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身边站着的那个女孩是我们城南高中最完美的女生。还有一个，连楚思琪还不算你们高中最漂亮的吗？不算，那个人才是真的人间理想。江晴给冯南书打电话。小富婆在干什么呢？在听舍友们聊天。男朋友说好了请客吃饭的，什么时候请啊？不然我们就欺负冯南叔。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晚吧，都给我穿漂亮一点哈。哥在这条街上还是很有面子的。怎么穿才叫漂亮啊？我们再漂亮也不如你家冯南叔漂亮啊。冯南叔要真是我家的，那我还创业个毛啊！我直接吃他的喝他的。江晴今晚几点啊？5点吧，我去楼下找你，不许穿得太漂亮。江晴在远处看着，冯南叔偷偷的吃朵棉花糖。赶在我没来之前，先算好时间偷吃棉花糖是吧？不小心被你发现了，我他妈破罐子破摔。冯南叔，谁教你说脏话的？是不是你舍友？哪个？我打死他！我是跟你学的啊。你就不能跟好人学点东西吗？过来给我尝一口。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吃的，一个都吃不完，以后再也不吃了，都给你吧。胡扯，这明明是第2个了。你怎么知道的？吃完不许吃了，去叫你舍友下来，咱们去吃饭。江晴目送冯南叔上了楼，过了一会，楼上跑下来一个长发妹子。你是冯南叔的男朋友吧？我叫高文慧。我叫江晴，一个想被小富婆包养的小白脸。等你请客可不容易啊，我们宿舍的花都要谢了。最近太忙了，拖了几天，今天请你们随便吃，不用客气。刚开学有那么忙吗？你肯定不知道吧？你家冯南叔在宿舍可是天天想你。想我？小年纪就喜欢说谎，以后千万不要带坏冯南叔。我说的是真的，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每次都说江晴带我去哪了，但翻来覆去就那几个地方，永远也没有新鲜的。我们可都看出来了，他是真的一直在等你带他出去玩啊。江晴觉得有些意外，因为谎话是编不这么远的。没见过你这样的男朋友，开学1周了1次也没来找过他，他又不敢找你，真是过分。等会儿他为什么不敢找我？我也不知道，问又不说，说起来我还真觉得挺惊讶的，他竟然不是高冷，只是社恐。是啊，他高中没交过朋友，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欺负他。谁欺负他了？我们都是一起上课一起吃饭的。只是吃饭上课，你们没带他出去玩过吗？不是我们不带，是他自己不去的。前天晚上我们约好要去万星城那边看暮光之城的，他都不去，还说你肯定会带他去的。江晴愣了一下，摸出手机翻了下通讯录和 QQ， 发现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给冯南叔发过消息。江晴，你怎么愣住了？没事，看了眼手机被屏幕倒影摔到了。
其他人呢？怎么还不下来？水房10点钟停热水，他们可能是怕回来的太晚赶不上，所以先提前存水去了。话音刚落，冯南叔和他的4个室友下来。江晴，我们今天可是打算好好宰你一顿的，你可别心疼了。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别说饭吃火箭也请。江晴，我想吃火箭。几个女孩往校外走去，走到校门口的时候，高文慧忽然想起一件事：南叔水房里的水热不热？一会儿能洗头吧？我没有去打水啊。没打水？那你们怎么在上面磨蹭了这么久啊？舒林他们去打水了，我在洗脚。咱们吃完饭还得走回来的，现在洗脚不是白洗了吗？洗了有用。江晴出去上了个厕所的功夫，几个女孩已经点了满满一桌菜。还是08年好啊，女孩子竟然没有身材焦虑。南叔，你看江晴的眼都直了，是不是心疼钱啊？没关系，我有钱呀。有钱也用不着你的。高文慧，你今天敞开了吃吧，吃成猪我都不带眨眼的。真的吗？不对，你好像说我是猪。把好像2个字去掉，都大学生了，自信一点。冯南叔，你看你男朋友江晴，要不还是把好像加上吧。人家这就是夫唱妇随呀！高文慧，你真是没眼力见，还想找冯南叔告状，简直笑死！听到包厢里的笑声，江晴忍不住好奇男朋友这个误会到底是怎么了。正当江晴还在思考呢，江晴，我想吃个藕。冯南叔戴着手套扒小龙虾，江晴伸手夹了个藕片喂到他嘴里。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用一种暧昧且调侃的眼神看着他。江晴，我也想吃个藕。高文慧学着冯南叔说话来调侃他俩，结果江晴又拿了双星筷子，真就这么喂了过去。我家小富婆比较社恐，未来4年少不了高姐的照顾，就当是我的提前感谢吧。忒是姜，江晴你个狗，你给我吃姜！我草不好意思，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藕呢？黄的也就算了，还他妈没眼儿。半晌之后，聚会接近尾声，江晴趁机把自己的网站展示了一下。这个网站是大学生论坛吗？对，差不多的意思。不过原本的那个论坛更注重学习，这个偏向于娱乐。江晴说完话，突然发现对面的范淑玲正神色阴冷看着他。范同学，你怎么了？没吃饱吗？没，吃的挺好的。江晴搞不懂怎么请客吃饭还遭人反抗，但他不知道的是，范淑玲今天恰好看到了4个女孩围堵江晴的名场面。这不就是那个祸害了一整个宿舍的渣男吗？像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和单纯的冯南叔谈恋爱啊？他该不会是看冯南叔好骗吧？吃过晚饭之后，几人返回林大。江晴想带小富婆四处逛逛，范淑玲不太希望冯南叔和江晴待在一起，但高文慧却是个很好的助攻，二话不说就拉住了范淑玲。春花秋月良辰美景，强行当电灯泡的人可是会单身一辈子的。听到高文慧恶毒的诅咒，范淑玲没再阻拦。那个江晴是个渣男，我亲眼看着他和4个女孩纠缠不清，那4个人还是一个宿舍的。我活这么大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情。南叔是内向呆萌了点，但他不是傻啊。可他容易被骗，那我就不知道。可他肯定知道和谁在一起能让自己开心。文慧，你不对劲儿啊！他可骗你吃姜了，一看就不是好人。淑玲，南叔已经等他很久了。算了，我不管了。另一边校园路上，江晴和冯南叔边走边聊。我听说你舍友叫你去看电影了，你怎么不去？我不喜欢看电影啊。你应该看过木偶匹诺曹吧？说谎话的人长长鼻子，就像你现在这样。冯南叔听完后悄悄抬手摸了下鼻子。晚上有没有出来逛逛？没有，临川的晚上有点黑。现在不也黑吗？怕吗？要不我还是送你回去吧。不要，和朋友一起就不怕了。舍友也是朋友，为什么和舍友看电影就怂得要命？我也不是和任何朋友在一起都会有安全感的呀。2个人兜兜转转的来到了望月湖畔，江晴拉着冯南叔坐了下来，一坐下，冯南叔就脱掉自己的鞋服，直接把脚丫伸到江晴怀里。啊！军训的时候答应的，给你玩脚。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正人君子啊！你拿这个来考验我一个正人君子？我告诉你，我碰都不会碰。江晴满嘴正人君子的理由，手却不由自主就握住了怀里的脚。其实我最近这几天还挺闲的，可是因为每天都要军训，所以也没时间干别的。而且等军训结束以后，我可能会变得更忙。江晴转头看向冯南叔，发现小富婆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远处张望着。冯南叔，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的。这么坚强的吗？你把脸转过来我看看。不要。好了，别哭鼻子了，以后忙的时候带着你吧。但不许捣乱。没有哭鼻子。遛完冯南叔，江晴返回了宿舍。一进门，一股浓烟顿时扑面而来，把江晴呛得立马后退了几步。你们趁我不在把宿舍点了。江哥，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有点是出去吃了个饭。江晴走进去，发现是任自强这货在抽烟，脚底下满地的烟头，看上去很颓废的样子。老任这是怎么了？修仙？他今天想约潘秀出去玩的，结果发现潘秀正和咱们系的一个大3学长打得火热，暧昧的不行还。停，打住！老任现在心里一定很苦，你还想帮他回忆一遍，这样很不道德。江晴坐下，打开电脑，进入管理员后台后开始查看网站。老江，这个网站什么时候能发视频？我想上传一个露出腹肌的健身视频。你有腹肌？我有手，可以 download。和海尼玛中英文杂交，确实够装逼的。视频功能再等等吧，还在开发。江晴继续查看后台数据，结果看着看着，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刚被注册的真人账号，魔眼少女冯南叔。有点怕人怎么办？触发关键词怎么办之后，自动回帖程序顿时产生了作用。不要焦虑啊，你那么棒，一定可以的，加油！相信自己，不要犹豫。这自动回复怎么还有漏洞啊？不行，得赶紧让苏奈修复好。每天都想和一个男生出去玩怎么办？和一个男生出去玩心里会有些痒痒的是怎么回事？好朋友可以一起生活一辈子吗？
你们觉得江晴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听？江晴看着那些问题，迅速把心底泛起的涟漪忽略掉。恋爱狗都不谈，搞钱才是王道，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江晴打开 QQ 和苏奈反馈了一下自动回复的问题，正准备关电脑睡觉，结果看到冯南叔又发了新帖子。能告诉我什么是喜欢吗？江晴的呼吸微微一滞，立马把电脑关机。完了，心口的封印好像真的有些松动。不行不行，必须要找点水泥封封心。老周刚才任自强遭遇了什么？给我说一遍，越细致越扎心越好。我他妈都这么伤心了，老姜，你好意思吗？你这样不道德。嘿，你跟潘秀说老子追别人3年的时候有想过道德吗？赶紧的，老周快讲。今天老任邀约潘秀出去玩，结果在女生宿舍楼下看到潘秀跟一个学长打闹，闹得还挺开心的呢。老任当时就蔫儿了。潘秀可以啊，这军训还没结束，连学长都认识了。江晴听完之后，觉得自己又水泥封心了。什么狗几把学长，仗着自己是学生会干部，到处勾搭小女生，赶明天我去当个学生会主席给他看看。说到学生会，我刚才好像看到群里有个通知，说明天下午学生会纳新，你们谁去？去参加学生会面试，却被学长当着面一通装逼，气得曹广宇3人恨不得江晴立马出现，狠狠碾压一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学长。说到学生会，我刚才好像看到群里有个通知，说明天下午学生会纳新，你们谁去？不去，我生来就是领袖派人物，是领导别人的，不是被别人领导的。老姜，你去吗？不去，明天事情一大堆。听说林大的学生会很威风的，权力又很大，等熬上1年变成学长，来年找对象都好找。不好意思，我不需要找对象。江晴准备上床睡觉，发现蒋田给自己发了消息。这姑娘也不知道怎么的，最近有事儿没事就发消息过来。江晴同学，你怎么从来都不在班级群里聊天啊？最近太忙了，没时间看手机，有什么事吗？没事，就是想问问你，咱们金融学院的学生会明天选拔新干事，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呀？不去了，我这个人能力不够，万一选我当学生会主席怎么办？我可干不了。蒋田看着手机里的消息有些失望。怎么样啊，甜甜，江晴要参加学生会吗？他说不去，怕有人选他当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他想得美呢，笑死个人！人家是开玩笑的，你听不出来啊？那又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这么觉得。那天4班那个女孩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宋晴晴的脸顿时黑了，不免想起被滋一脸的感觉。会骗女孩算什么本事？只能说这个人花言巧语比较厉害。我可是偷偷看了他的档案，就是个普通家庭，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我总觉得江晴不像是普通家庭里出来的男生，我也感觉江晴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从容和大气，和以前见过的男生不太一样。喂，你们不是来真的吧？那家伙分明就是在装腔作势，这你们也信？晴晴，你是不是被江晴测了几次锐气，所以每次聊他都会炸毛啊？江晴起床后拿着毛巾去卫生间洗漱，结果看到任自强正鼓捣头发，整个卫生间都是啫喱水的味道。老任，你又火了？我今早找刘小娟问了，她说那个狗日的徐部长想追的其实是宋晴晴，找潘秀只是刺探军情。这么说你还有机会了？那当然有机会了，我打算约潘秀一起去参加今天的学生会面试，借这个机会拉近一下感情。潘秀前几天不是说了吗？跟你不熟，你怎么还热脸贴冷屁股？现在的女孩都这样，性格高冷但内心火热，说有就是没有，说没有就是有。这名言谁说的？好像有点道理的样子。就是老姜给的那个网站啊，一个女用户回复我的，女孩子最懂女孩子了，哥们儿今晚肯定脱单了。老姜，你觉得呢？江晴约了人谈事情，决定过来接冯南叔一起去。看着面前的冯南叔，也不知道这么翘的脸蛋是怎么长的。这丫头怪不得连水泥封住的心都能撩动，她怎么就这么黏着自己呢？江晴和冯南叔2人来到林大图书馆，今天要乖乖的知道吗？自己去找本书看，我要和别人谈点事情。好。冯南叔跑去书架前找了几本书回来看，江晴则坐着等人。过了一会，董文豪和庞海就来了。最近天气很热，我打算把宣传海报印在扇子上，这样的话留存概率更大，一般人不会随意丢，到时候人手一把满街都是，就算是没拿到扇子的人应该也会好奇。简单点来说就是同款效应。江晴自顾自说了半天，忽然发现2个人的眼神有点呆滞。老董老庞，你们有没有听我说话？董文豪和庞海猛地回神，目光从冯南叔的脸上一开。学弟，这是谁啊？太漂亮了吧！这是我的，你们少看。他的。董文豪和庞海顿时觉得人生的参差真是明显到让人不想活呀。对了，学弟，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刚才说是要做扇子。对，有困难吗？说实话，做传单和海报的话哪里都能做，但像扇子这样的异形印刷品很难，没有专业设备是不行的。这个事儿你只能找专业的印刷厂，图案内容我可以来设计，但是印刷的事情你得亲自去谈。你有认识的印刷厂吗？给我介绍2个。
之前兼职的时候认识几个，我可以把地址发给你。庞海掏出手机将地址发了过去。谈好之后让他们那边来人和我对接就行，这流程我熟，但是钱的事。老庞别这么市侩，我老板这么大富二代，能亏待你吗？江晴带着冯南书打算去印刷厂问问。周末的温度贼高，太阳巨大，早知道就买个车了。大学城这边还不允许出租车进步行街，烦死了。冯南书摸出自己的手机，一阵敲敲点点。2分钟之后，一辆宾利停在两人面前，车上冯南书的专属司机下来。大小姐中午好，江少爷好久不见。江晴立刻认出了这是小富婆的司机公叔。公叔，你怎么还在临川？我们来了就没走，在校门口前面的那个小区租了房子。大小姐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赶到。一行3人来到盛世广告的印刷厂，看到是豪车，厂里的负责人热情接待了江晴。江晴问了问价格，打算先定1万把团扇式试水。公叔站在宾利旁边，看着自家大小姐跟在江晴后面走来走去。像这样开心的大小姐，自己还从来没有见过呢。也许二太太说的是对的吧？大小姐最好还是嫁个普通人，再也别卷进那些无休止的纷争了。另一边，区综合楼的大门口涌出一大批的学生，这群人都是刚刚参加完学生会面试的候选者，现在正打算去食堂吃饭。你们今天的面试表现都很棒，加入学生会的事基本没问题，后续申请表要递交部门老师，一有消息我就会尽快通知你们。徐俊丽双手交叉胸前，派头十足地说着两面话，装逼气质十分到位。学长，你手上那只手表好好看啊！浪琴，比较亲民的手表品牌，买的时候花了1万5。1万5就买一块表啊？有钱的人根本不会在乎价钱，只看喜不喜欢。宋学妹说的没错，最重要的就是喜欢。如果是我看上的东西，就算是翻1倍我也会买下来的。学长，你家境应该很好吧？还可以吧，就是开了几家连锁超市，还有1家酒店，2家咖啡馆。后面的任自强3人听着他们的对话，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枸杞把学长就是硬装，他那块表就是故意露出来的。正常人谁走路抬着胳膊，又不是抽烟。我想念江哥了，江哥他老人家虽然也时不时的小装一下，但人家最起码装的自然，装的不露痕迹，装的不让人烦。要是老江在这里就好了，来炮黄的姿态一脸。胆姐怎么样？江晴跟他一比，是不是差远了？昨晚的话题你到现在还记着呢？你不是说江晴不像是普通家庭的男生吗？现在让你看到真的富二代了，什么感受？还觉得他不普通吗？我说的是气质好不好？气质？那你觉得戴名表的学长不如江晴有气质？是，你说的对，行了吧？所以说那个江晴就是在装腔作势，跟真正的富二代比根本无所遁形。一辆白色宾利突然停在了饭堂正门口，顿时把众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那白车好霸气啊，没看到牌子，这是什么车啊？看轮毂就知道了，宾利，英国顶级的豪车品牌。学长，你家开的是什么车呀？也是顶级豪车吗？像这种车大概要好几百万吧，普通家庭是开不起的。我家虽然也买得起，但也没必要把钱全都用来买车，这毕竟只是个代步工具。买得起就已经够厉害的了，现在可没多少家庭能买得起宾利。也没什么厉害的，我平时在学校里很低调，一般不会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主要是怕周围的朋友有压力。你还他妈低调呢？你都说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们听到耳朵都要长茧子了。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高富帅，可比那些明明什么都没有却装孤傲的人优雅多了。话音刚落，宾利的车门忽然被打开，江晴从车上下来，冯南书还想跟着他一起下去，但被江晴轻轻推了回去。大中午的天太热了，让公叔直接送你回宿舍吧，等晚上凉快了再出来玩。看着车子开走，站在马路那边的一群人全都愣住了。好巧啊，你们也在。看着江晴迈步走过来，宋晴晴忽然又想起之前被滋一脸的感觉，跟高中同学聚会的楚思琪，居然碰到了自己的情敌，被高中同学当着自己面夸情敌，楚思琪当场绷不住了，得劲了，真他妈的太得劲了！老江你的出现实在是太得劲了。任自强和周超强烈赞同。江晴看着3个舍友有些懵逼，你们到底在得劲什么？那辆宾利是你家的吧？跟大家说说你什么家庭，有几家超市，几家酒店。江晴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妈的，老曹这是老毛病又犯了，想人前显圣暗示自己配合他。他这个人倒是不坏，就是有这么点奇葩爱好，自己要不配合他，他今天一天都得难受的要命。太不装了，摊牌了，重新认识一下我，平平无奇江少爷。老江你这身价要是进了学生会，高低弄个主席当部长根本配不上你吧？郝榜与字里行间都在 COE 徐俊丽，江晴没有接住这个案子，反而傲立生。你怎么去参加学生会面试了？你不是说你不去吗？结果怎么样了？还行，通过的几率很大。你是谁？也是我们班的。认识一下，我叫徐俊丽，今年大3，是你们的学长，现在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哦，你就是那个徐学长啊，人还怪好的嘞。没有，我就是提供一下帮助，毕竟你们这些新生来到学校可能不太熟悉，这是学生干部的义务。你们要去食堂吃饭还是回宿舍？吃饭吧，面试了一上午，差点乐死了。那行吧，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徐学长，咱们有空再见。没问题，以后在系里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我全都可以帮你摆平。宋晴晴见江晴要走，忽然就忍不住开口了。
江琴，你吃饭了吗？要不然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请你呀。算了，食堂的东西太廉价，吃完影响我做兵力的心情。晴晴，这就是你说的对比啊，还真是挺有效的对比啊！我现在总算知道什么叫普通家庭了。他填的就是普通家庭啊，我看得真真切切。算了算了，你可别说了，以后再也不信你了。另一边，王慧茹、楚思琪和另外5个高中同学聚餐，不过楚思琪的兴致明显不高。思琪怎么了？感觉不太开心啊。都已经好几天了，一直这样。为什么？还能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江琴了。他还没忘了江琴吗？2个人不是把 QQ 都删掉了？而且你们也不在一个校区啊！嘘，别说了，要不思琪今天又吃不下饭了。于莎莎听完之后觉得不可思议，楚思琪竟然会为了一个男生连饭都吃不下。江琴啊江琴，你果然在成为男神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我记得江琴也在林大吧，还有郭子航他也离得不远，这2人怎么没来？迷糊啊！江琴跟楚女神表白失败了，怎么好意思来？这样啊，我听说老姜暑假赚了大钱，还想让他请客呢。都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又没见过，我不信。来，大家先点菜吧。思琪，你喜欢吃什么？我给你点。随便吃点就好，我不挑。那就来一道红焖羊排吧。我记得毕业聚会的时候，你好像很喜欢吃这个菜。秦大少，听你话的意思，你是打算请客呀？那怎么了？我请就我请，咱又不是没钱。你们来林大找我们玩，饭肯定是我们请才对。秦子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以为他想请我们，但其实他只想请某一个，你可不用跟他客气。秦子昂对于莎莎的助攻满怀感激。莎莎，你喜欢吃什么？我多点一点。我也随便，你还是问问思琪吧，我可不领你的情。就在此时，王慧茹忽然看到了走过来的红颜，红颜也看到了她，互相看着的2人表情都有点古怪。慧茹，你也在呀？是啊，你也出来吃东西。约了系里的学姐谈点事情。简单聊了2句之后，红颜转身离开了南街。我去，王慧茹那个是谁啊？颜值好高啊！是我舍友。我们是校花宿舍吗？我的天啊，竟然和楚女神一个级别！楚思琪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但并没有开口说话。既然那个红颜和王慧茹是舍友，那和思琪应该也是舍友，为什么2个人不打招呼？王慧茹，你那个舍友的 QQ 号多少？嘿，老马，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子，这样的女神你也有资格垫接？我长得不行怎么了？我灵魂有趣。楚思琪把筷子拍在了桌上，咬着牙说了句去厕所，然后起身离开了众人。楚思琪生气的离开后，所有人顿时把目光看向了王慧茹。慧茹，你那个舍友和思琪的关系不好，这才刚开学就闹矛盾啊，不至于呀。红颜想追江琴，思琪不愿意了，2个人闹得可凶了。你们待会儿千万别提红颜了。追江琴？开什么玩笑？你确定不是江琴追她？如果是江琴追红颜，那倒也不至于闹成这样了。前2天就因为江琴，红颜和思琪大吵了一架，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话。那江琴和红颜在一起了？江琴说自己不谈恋爱，算是变相拒绝了红颜。于莎莎听着王慧茹的描述，忍不住掏出手机打开了 QQ。一拳一个阴影怪。男神，我来林大了，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正在奶茶店听苏奈汇报工作的江琴一脸懵逼。于莎莎这个女人脑子坏掉了吧？学长，我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吗？听到了。3天之后推广正式开始，你多帮我盯一下后台数据。周末过去后，林大的军训继续开展。江琴正满头大汗的坐着，忽然他身后递来了半瓶矿泉水。江琴喝水吗？算了，晴晴，你那瓶都喝过了，还是喝我的吧，我的还没拆。谢了，明天买了还你。不用还了，1瓶水而已。半晌之后，教官觉得训得差不多，于是就把临近的几个方队集合起来，问有没有人愿意来个才艺展示。200多个人里，竟然没有1个人出声。现在距离军训结束还有2个小时，要么让有才艺的同学表演2个小时才艺，要么大家一起就跑2个小时操。听到这句话，方队里立刻骚动了。报告教官，李灿灿会跳芭蕾。报告教官，杜家豪能用鼻子喷水老高了。报告教官，贾祥如会孔雀舞。随着各种亲密好友的背刺，有些同学不得不出来表演节目。同学们在上面表演着各种才艺。江琴则低头看着唐海给他发的消息。这才艺展示什么时候能结束？不行就尿遁吧。江琴收起手机举手，来，那位举手的男同学上来表演吧。江琴环顾四周，发现举手的只有自己。不是，我只是想尿遁啊。才艺？什么叫才艺？江琴走出方队，来到了教官的身边。叫什么名字？江琴。会什么才艺？报告教官，我会模仿秀。模仿什么？模仿你，教官。教官立马退到一边，把前面的控场交给了江琴。现在我就是教官了，你们一会儿看的时候一定要带入进去，把我想象成教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懂吗？新生们也摸不清江琴到底什么套路，下意识的嗯了一声。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解散。方队里的人懵了一秒，接着全部抬起大腿就往外冲，满操场都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江琴带着冯南书来到了图书馆，心里一阵后怕。跑是跑出来了，但下午的军训肯定完蛋了。今天是不是也要乖一点，自己去找本书看？没错，我待会儿有事情要忙。冯南书跑去书架拿了本书回来，翻开读了2页，又看向江琴。我很想和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和你说话吗？你很想和我说话，
是的，我等很久了。算了，你想乖就乖，不想关闹一点也没关系。但这里是图书馆，可不许大声喧哗。我不吵的。其实冯南叔一点都不闹腾，但他一直觉得江琴说的乖一点就是不让他出手。待会儿带你去喝奶茶。你还想玩我的脚吗？嘘，这是很私密的话题，必须要等天黑之后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才能聊。10分钟后，庞海带着一个女生来到图书馆，女生名叫卢雪梅，是庞海收的小徒弟。3个人开始商讨，江琴对于这次的效果图并不是很满意，卢雪梅不满意江琴对广告扇设计的改动，江琴让她拿着2份设计稿去询问一下，结果没想到江琴的更引人注意。先把这些红红绿绿的几何图案都去掉吧。把这些去掉之后可就很素了，可以说是毫无设计感，只剩下底色和文字了，而且画面会很空旷。把文字放大一些就好了，铺在中间大概占1/3的版面。像这样吗？庞海操作电脑改了一通，呈现出一个江琴想要的效果出来。字体不要那么复杂，再简化一些。这样改就完全没有先前的味道了，还是有点太规整了。老庞能不能用变形工具拉一下，给我一个要跳出画面的感觉，变得醒目一点？可以呀。庞海继续操作电脑改口，卢雪梅越看越觉得难受。设计元素全都没有了，还加个5毛的变形特效，完全没有美感。确实是没有设计感了，而且去掉之前的几个主要元素之后，就达不到广告效果了，更像个普通的扇子。你确定要这样改？学弟，我觉得我师傅说的有道理，你既然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能力。卢雪梅没得到回应，转眼就看到江琴在看着一个女孩。这人到底是干嘛的？正聊着正事儿呢，他忽然就转头去看美女了，这到底是不是个正经人啊？你刚才说什么？改完的设计太简单了，没有任何亮点，和师傅做的出版差距太大了，我建议你谨慎。这样吧，你拿着电脑去转转，随便找几个人，问问哪个好看吧。那如果大家都说是师傅做的好看，你必须用我师傅做的。可以，就听你的。卢雪梅立刻抱起电脑，朝着坐满大学生的阅览室走去。雪梅还比较年轻，但是专业能力还是够的。等她回来再决定用哪一版吧。5分钟之后，卢雪梅抱着电脑回来，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得意之色。怎么样？我就说了吧，还不如不改，真是瞎指挥。看过图片之后，好奇网站内容的人吗？当然有人好奇了，而且他们还想知道这个网站什么时候能用。那大家是指着哪个设计稿问的？第2个啊。卢雪梅说完话后微微一愣，那些同学都是指着后改的版本问的网站情况。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正常，因为之前那一版设计好看是好看，也确实很高级，但元素太多了，一眼扫过去根本抓不住什么重点。把多余的元素删掉之后，信息传递就变得直观了。但只有好看的广告才会让人产生观看的欲望啊！如果大家连看都不想看，你的信息传递的再简约也没用。可它是个扇子。现在天气这么炎热，你上厕所、去食堂吃饭、参加社团活动，甚至上课总会用到扇子吧？就算它没有那么精美，用1秒钟看一眼扇面上的信息很难吗？有道理，传单必须设计的好看，是因为它没有实用价值。大多数人都不会关心上面写的是什么，但扇子不同，扇子有留存能力，有实用价值。那为什么还非得让设计美感阻碍到信息传递？老板，你以前学过商业设计和广告营销？没有，我只是比普通人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天赋与才华罢了。我看你只是脸皮比别人厚。小姑娘，年纪轻轻怎么就瞎了？真可怜。行了，老庞，你把设计稿发给盛世吧，我下午还要军训，先走了。江琴说完，叫小富婆就出了图书馆，直奔奶茶店。庆幸他是大一新生。雪梅，别气馁了，别说是你，其实连我也没考虑过传播载体的事。那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甚至都不是咱们专业的。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眼光就是比较适合纵览全局。因为上午干的大事，下午军训的时候，江琴被教官亲切折磨了。趁军训结束，江琴拉着苏奈在图书馆盯了一下午的数据。虽然注册量不断攀升，但除了10秒秒的小说板块开始出现留言之外，真实用户的主动发帖却很稀少。在网站里做一套经验值系统吧，按照发帖数量和获得的回帖数量回赠经验值，以经验值的多少来给用户分发头衔。学长，我又不是生产队的驴。这样吧，学妹，我也别一点点地付钱了，干脆你就直接做我的员工得了，我给你开工资，以后你就是知乎的初创元老，享受项目分红和公司干股怎么样？听起来很令人心动，但是老板上次做自动回帖的钱你还没给我。学妹，你已经是我的员工了，帮助项目进行合理优化是你分内之事，我以后不想听到你说这样的傻话了，董事长会觉得你这个人态度不端正的。咱们还有董事长啊？谁是董事长啊？我呀，我们的项目正处于发展时期，该你的那份就先计入分红，等到我们天空海阔，你我可以共同富裕。江琴这个老油条不要脸的诱导着苏奈。苏奈作为理工科宅女，对这弯弯绕绕的文字陷阱并不太懂。那好吧，等年底一定要给我分红啊！没问题，赚了100万就分你50万。对了，老板，你能不能先给我33块钱？你怎么又提钱的事情了？我们在完成一个划时代的互联网产品，你俗不俗？不是，我要充会员。会员？这个会员的价格有点奇怪啊。现在各大网站的会员费基本上都是以9结尾的，像33这么清新脱俗的会员费，该不会是某视频专区的吧？
学妹，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要以工作为主，不要天天去学习新姿势。没有会员每次都戛然而止，我从来没看过完整的过程，都不知道接下去该发生什么。好吧，好吧，其实我是会员，我的账号可以借你，不过你不许看我的收藏夹。为什么？开玩笑，董事长的喜好与软肋怎么可以被员工知道的一清二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从图书馆离开之后，江琴回到了宿舍，板凳还没坐热，亲妈就打电话过来。江琴，你那些旧书还要不要了？咱楼下来收废品的了，你要是不要，我就给你卖了。妈，别卖了，留作纪念吧。咱不缺钱。另外，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现在已经是百万富翁了。恭喜你啊，儿子！11回来想吃什么？妈提前给你准备。我说的是真的。你想要羊毛大衣吗？我买2件给你。妈不要大衣，你在学校给我好好学习就行了。赚钱的是由我和你爸，你就端正态度学习，等以后毕了业挣钱的机会多的是。那我要是真的赚了钱，臭小子，你是不是觉得咱家挺穷的？千万不要这么想，听到了吗？我和你爸是节省惯了，但家底子还是有点的。我告诉你，你现在的任务，妈，跨省的电话费其实也挺贵的。说完，江琴直接就挂了电话。真悬啊！再多说一句，估计就能惹来袁女士长达半小时的唠叨。老周晚上有事吗？没事啊，晚上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帮我在宿舍楼里发点传单。江琴从桌子底下提上来一大包的传单。发这么多的传单啊，那不把我的手都累断了？你得请我吃饭。你想吃什么？2餐的红烧蹄膀，21个。除了蹄膀，我再给你加10块钱的老鸭汤。谢谢江哥。瞅你那不值钱的样子，记得挨个宿舍发，不要有遗漏。周超抱着传单走了之后，曹广宇恰好从厕所里走出来。老曹，最近这2天怎么不见你玩我网站了？不好玩？别提了，前段时间在线装逼一片叫好，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来了一大批的陌生 ID， 问我不吹牛会不会死，气死我了。不可能吧？前几天不是还有人说崇拜你啊？现在没有了，除了微微，网上没有一个好东西。曹广宇伸手打开网页，登录论坛后进了私信页面。江琴把头伸过去，发现私信窗口的右上角写着5个字：美丽的微微。这个昵称不是后台机器人的虚拟 ID 吗？这个就是微微。对我以前的每个帖子他都留言，说崇拜我，喜欢我，一看就是个单纯善良的姑娘。你给他发这么多私信是为了做什么？联络感情，等时机成熟了我就约他出来见个面。我有预感他长得绝对不会比红颜差。和吹牛还挺保守的，你怎么不说他比冯南书好看呢？那样的女孩太科幻了，美好的太不真实。可如果我没瞎的话，微微小姐应该是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回过你。她有点害羞。老曹，我劝你趁早放弃吧，别他妈走火入魔呀。不，你还记得我开学说的什么吗？这年头的女孩都太过矜持，你只有主动出击才有机会。